姐妹两境双双重生，回到了出嫁前夕。前世姐姐嫁给不学无术的混混，妹妹嫁给了家境优渥的高富帅。本以为妹妹嫁得好，大家都等着看姐姐的笑话，可谁知姐姐的混混老公竟下海经商成了首富，妹妹的富二代老公却啥也不是，败光家产，喝多了还家暴。如今重生后，妹妹第一件事就是来抢姐姐的未婚夫。热，好热！这个男人是邓闯吗？怎么跟20年前我被下药的那天一样？难道我重生了？神仙，嘿嘿嘿，今天你逃不掉了。这时窗户却被沈柔砸破，只见她爬进来，费力地把沈心从床上拽起来。姐，我来救你了，快走！哟，小姨子来了，是要来跟我们玩双飞吗？沈柔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却反常的没有翻脸。妹妹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想走？你觉得你们走得掉吗？正好我这里有本108套自制大全，今天都试一遍。沈心气急，抄起椅子就要往邓闯头上砸，沈柔却拦住他。你把他砸坏了怎么办？你到底帮谁的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的好事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沈心也不再劝，她从窗户爬出去后，咬着牙就跳进了河里。沈柔明显看上了邓闯，上辈子是没有这回事的，除非沈柔也重生了。想到这，沈心的药效就震惊的全退了，她连忙上了岸。上辈子我被后妈下药算计，嫁给了小混混邓闯。前妻虽然艰难，但好在赶上政策成了首富，而妹妹沈柔虽然嫁的是富二代尉迟，却嫌弃他不上进，经常吵架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再加上婆媳矛盾和魏家被举报，沈柔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。难道这一世，沈柔是想替我嫁给那个小混混？这开局似乎比上辈子地狱级开局要容易些。沈心想着，就起身往家走。可他刚进门，李倩倩就给了他一巴掌。贱人，是不是你害的柔柔？首先是你给我下药，想要算计我；其次是沈柔自己坚持留下来的。不信你问他。李倩倩看向女儿沈柔，只见她哭得很委屈，却没有否认。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？罢了，今天就是场误会，谁都不许往外传。邓闯那里我去说，沈心准备下嫁过去，柔柔还是嫁给尉迟。我不要嫁给尉迟，我要嫁给邓闯。李倩倩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嗡嗡的，气得嘴唇都哆嗦了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放着好好的厂长家不嫁，你要嫁给二流子？妈，邓闯不是二流子，他以后会有大出息的。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你这孩子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大白天的就开始说胡话了？沈家旺气得拍了一下桌子。我看他就是被你惯坏了，和魏家日子都定好了，他现在说不嫁，让我怎么跟魏厂长交代？爸，沈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儿，魏家那么好，你把姐姐嫁过去享福呗。对呀，把沈心嫁过去也是一样的，反正魏家这门亲事我是攀定了。沈家旺想着就直接出了门，可李倩倩的心里却堵得像是塞了3斤湿棉花。沈心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抢柔柔的男人，你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尉迟？果然像你那个早死的吗？一副狐妹子样，就会勾搭男人。话音刚落，沈心就甩了他一巴掌。你个死丫头，敢跟我动手，看我不撕烂你！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就把你女儿跟二流子睡觉的事传出去。还有，以后不许提我妈半个字，你不配。李倩倩手举到半空中，却迟迟落不下去，因为她不敢赌女儿的名声。沈心却懒得理她，直接进了自己的小房间。哎，魏厂长会同意换人吗？怎么才能让事情变得更顺利些呢？对了，我可以去听听沈柔的想法。沈心想着，就轻手轻脚走出房门，把耳朵贴在了主卧门上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非要嫁个贫困户？妈，你不要小瞧邓闯，他以后会挣大钱，让我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出入都有司机保姆伺候，你就等着跟我享福吧。听到这的沈心笑了。原来沈柔是这样想的，以后可有好戏看喽！不仅有难缠的公婆和3个大姑子，就连家里的万贯家财也不是邓闯赚的。想抢我的人生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想到这，沈心抱着碰运气的想法来到了歌舞厅，只见尉迟正在一个人喝闷酒，看起来烦躁得很。哟呵，巧了不是？此时尉迟正好看过来，痞帅的，沈心一时间都看呆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做什么来着？哟，哪来的花痴？沈心1秒回神，有点尴尬的道：嗨嗨，我是沈心，沈柔的姐姐。由于发生了些事，和你结婚的人换成了我。我知道你不愿结婚，也不想被人管。我保证，如果我们结婚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必要时候我还会帮你打掩护。反正你总要结婚的，不如考虑考虑我。哦，你想嫁给我啊？沈心诚实的点点头，尉迟却大步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我知道了。不是，他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啊，怎么办啊？沈心垂头丧气的回到家，却发现沈家旺、李倩倩、沈柔都在等他吃饭。哟，终于舍得回来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跑了呢。怎么说话呢？
欣欣，别跟你妈计较，她就是担心你。不过今天魏厂长同意你嫁过去了，本来是不同意的，好在你爸爸我从中周旋，所以你嫁过去之后一定要懂事，替爸爸多美言几句。爸爸一直盼着那个位置呢，你懂的吧？沈欣没忍住连翻3个白眼，李倩倩却附和道：啊，对对对，你要想法子帮衬家里，咱们才是实打实的一家人。切，这时候想起来是一家人了，别人都是生怕女儿嫁人后受委屈，沈家旺却用我换前途，生怕我不受委屈，和卖女求荣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我也得让他们出点东西。行啊，不过我妈还有我外公外婆留给我的嫁妆，是不是该给我了？继母给女儿下药，竟想把她送给不学无术的小混混。就在她神志不清时，妹妹竟冲进来，抢着享受这男人。只因她是重生者，知道小混混是将来的首富。妹妹啊，你以后才会发现，邓闯能成为首富全靠我。你想要的富贵生活永远都不可能。不过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妈还有我外公外婆留给我的嫁妆，是不是该给我了？什么嫁妆？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沈家旺也成了脸色。欣欣，你妈去世时你还小，可能记错了。不过你放心，爸爸会给你准备的，该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可恶，看来这无耻的两口子是不打算认账了。上辈子沈柔嫁进魏家，李倩倩怕她被看低，可没少给她准备好东西。至于我，不仅没有嫁妆，还被要了一大笔彩礼。此时沈柔还在小声地嘟囔着：哼，某些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，自己就是用来换彩礼的，还想要嫁妆，痴人说梦啊！沈欣听力极佳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妹妹走着瞧吧，这辈子我不蒸馒头争口气。这样啊，那爸说会给我准备的嫁妆都准备了些什么呀？这话问的沈家旺一愣，我哪有功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？罢了，你妹妹有的你都有，给你陪嫁一个衣柜，2床被子，4套新衣服，行了吧？等等，哪里就要这么多东西了？你嫁给魏家是过好日子的，倒是你妹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听话，少要点，多给妹妹留点。不行，我不同意柔柔嫁给二流子，就算嫁不进魏家，也不能太差。爸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嫁给邓闯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你不要因为他现在不起眼就小瞧他，以后有你求着他要好处的时候。沈家旺闻言，愤怒地拍了下桌子。他什么档次？一个小混混敢让我去求他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听话，非要嫁他，那你就自生自灭，家里什么都不可能给你。沈柔还想据理力争，却被李倩倩拼命拦下。沈柔只能气鼓鼓地把话憋了回去。他们真没眼光，放着这么个金龟婿不知道好好巴结。等邓闯发达了，我一定要啪啪打所有人的脸。那时候沈欣算个什么东西，还不是得看我的脸色过日子。哼！第二天，魏迟父子竟带着足足6斤五花肉、2盒茶叶等巨多东西上门，满满当当堆了一桌子。哎呦，魏厂长您来了，真是破费了！来来来，快坐。彩礼我们给500，3转1响已经准备好了，除此之外还准备了3斤，看看亲家还有什么要求。就在沈家旺笑得合不拢嘴时，另一边的沈柔也开着卧室门偷听，气得不行。上辈子魏家可没这么大方，只有300和1辆自行车，根本没有3转1响，更没有什么3斤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算了算了，反正邓闯以后会给我更好的。沈柔正想着，邓闯也带着父母上门了，还提着一只闹哄哄的大公鸡。爸妈，我是邓闯啊，我带着我家最威风的大将军来提亲了。可沈柔却像只欢快的小鸟，不顾礼仪冲了过去。沈家旺脸色黑得像是锅底，小声责怪道：谁允许他来提亲的？你喊的？我没有啊，我可没同意。魏家父子对视一眼，小声道：这是在闹什么？咱们先撤吧，先不走看会戏。此时的李倩倩快速走到门口，拦住了邓家人。柔柔，今天家里有贵客，赶紧把这3口还有这只鸡弄出去。什么意思啊？别人是贵客，难道我们就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此话一出，偷偷看戏的沈欣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魏迟也发现了他，这丫头有点意思啊。沈柔，不是你让我来你家提亲的吗？我爸我妈还有我家最威风的大将军都来了，现在又是什么意思？沈柔求救的眼神看向李倩倩，妈，求求你了，先让人进来吧，行吗？李倩倩无奈只能看向沈家旺。250秒后，3家人就这么当面锣对面鼓坐了下来。亲家是吧？你必须给我们邓闯安排一份正式工，再给我们200嫁妆。还有，我家邓闯是老来子，所以你家沈柔婚后除了上班做家务，还必须抓紧时间生孩子，最好3年抱俩，5年抱仨，生不出儿子就一直生。此话一出，沈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这老钱婆在说什么啊？上辈子明明没有这样的要求，邓家还给了沈欣200嫁妆，怎么这辈子全变了？
沈柔赶忙看向邓闯，可他脸上却有种志在必得的神色。怎么会这样？邓闯应该护着我的呀，就像上辈子护着沈星那样。上辈子不管任何人说沈星不好，邓闯都会第一个站起来反驳的。他现在怎么不说话呀？沈柔委委屈屈地瞪了邓闯好几眼，李倩倩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站起来怒吼道：我们家不同意沈柔嫁给邓闯，请你们离开。姐，你确定吗？你女儿都跟我儿子吃过海鲜了，说不定肚子都有重了。我们家愿意娶，你们就偷着乐去吧。沈柔脸色刷得白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邓闯。邓闯见状赶忙道：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和柔柔是真心相爱的。妈也真是的，有什么不能等结婚后再说？等我把人娶回家里，柔远还是错贬，还不是随他的便。此时的李倩倩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忍不住大骂道：你瞅瞅你儿子那个癞蛤蟆样儿，还想吃天鹅肉，你们配吗？来提亲就带一只大公鸡，还又要嫁妆又要工作的，你们脸皮是什么东西做的这么厚？邓母听到有人这么诋毁她最爱的儿子，简直气坏了。贱人，敢侮辱我儿子，看我不撕了你！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，沈家旺尴尬极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魏厂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看笑话了。魏振国摆摆手，专心致志地看戏。此时邓闯也不着急，反正我妈打架从没输过，岳母狗眼看人低，就该好好教训下。然而李倩倩很快翻身坐在邓母身上，大巴掌不断往邓母脸上扇。我让你诋毁我女儿，我让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死老头子，你还傻坐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帮忙！来了。只见邓父松开大公鸡，双手用力就把李倩倩按在地上，邓母也骑在他身上，不断往李倩倩脸上扇巴掌。我让你侮辱我儿子，就你女儿那破鞋，我儿子愿意娶，都是你们家烧高香了。沈柔被骂破鞋也忍不住了，也冲上去一脚踹在邓母后背上。你个老钱婆，凭什么骂我？凭什么打我吗？我愿意嫁到你们家，才是你们烧高香。小混混竟带着大公鸡来提亲，还要求女方倒贴他200嫁妆和正式工作，同时家务带娃缺一不可。两方气不过，直接扭打在了一起。既然有狗胆睡我女儿，我就让你不能人道。这娘们果然不是好人，不行，我必须得去再打2拳。魏迟见状连忙出声阻止，都住手！打架的众人都愣住了，邓母也撒泼地坐到了地上，哭道：我老婆子命苦啊，我们诚心诚意的上门提亲，就因为我说了几句话，你们就把我打成这样，就没有这样欺负人的。爸妈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让你们受罪了。柔柔啊，我爸妈没什么文化，说话也不好听，我替他们给你道歉了。沈柔脸色不太好看的点点头。邓家人什么样其实无所谓，只要邓闯能成为首富，我也不是不能忍耐。哎呀，我也是我们家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，你们刚刚那么说我妈心里太难受了，才会动手的。我替我妈给叔叔阿姨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吧。我可没想翻篇啊，柔柔，你听话，咱不嫁，嫁人就是女人第2次投胎，哪怕不嫁，咱都不能跳火坑，明白吗？妈，邓家是不是火坑无所谓，我嫁的是邓闯这个人，我先把首富夫人的位置给爸占住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。妈怎么就不懂呢？邓母见没人理他，又干嚎道：天老呀，赔偿，必须赔偿，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，还得跟门外的邻居们好好宣扬一下你们家是怎么仗势欺人的。沈家旺听到这话脸更黑了。我这辈子最在意的3件事，一是当后勤主任，2是生儿子，3就是好名声。可这老钱婆竟要败坏我的名声，好险恶呀！不行，我不能慌，得稳住他。嫂子，我爱人疼孩子，听不得你说我女儿不好，虽是你有错在先，但我们打人也不对的。我代他给您道歉了，您去医院该看伤看伤，医药费我付了。你可别想忽悠我老婆子，医药费你付是应该的，我说的是赔偿，赔偿你懂吗？邓母说着，就贪婪地看向桌子上的好东西。沈家旺一听就急了：好，我们赔偿，不过这些东西是魏厂长给我们的过礼，可不能给你们。这样吧，除了医药费，我再赔偿您5块钱，外加一个水果罐头，行吗？哈哈，5块钱能买不少东西呢，这趟来的真不错，不过必须得再多要点。5块钱一个罐头，再加1斤白糖吧，还得给我们双份，毕竟我老爸也挨打了，那就是10块钱，2个罐头，2斤白糖。沈家旺脸色黑了又黑，这老钱婆真能狮子大开口啊，她的命都不值10块钱，都怪沈柔这个不争气的找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嫂子，你可真是一张嘴就想要我的命啊！我可以给你们，但不能再说我们家半个不字，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诽谤。姐，一个小破鞋，一个老泼妇，外加一个伪君子，一家子什么东西，还名伤罢了，先拿到东西要紧。我们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懂得起的，
李倩倩只能不甘不愿地拿了10块钱出来。这是10块钱，罐头和白糖等我买了给你们送去。好，谅你们也不敢赖账，今天这婚事是谈不成了，我们走。邓母3人一出门就被热情的邻居围了起来。哎，你们怎么脸肿成这样？是不是沈家看不上你们？他们家一向眼光高着呢。我脸上的伤之前就有，别污蔑亲家啊！那沈柔眼光是高，所以才看上了我儿子啊。亲家还对我们特别满意，说要给他安排工作，还给咱们家200嫁妆呢。嚯，200块钱嫁妆，沈家可真有钱，早知道让我儿子去倒插门了。哼，你儿子就别想了，沈柔已经和我儿子吃过海鲜了。啧，没看出来沈柔这么不讲究啊。不对呀，这是流氓罪，要拉去枪毙的了。你们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儿子跟沈柔是正经谈对象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什么流氓罪？你们就是嫉妒我儿子命好。那你儿子这么优秀，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准备给多少彩礼？我跟你们说不着。儿子，老头子，我们走。邓家3口子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。此时沈家的气氛很是微妙，只见沈家旺不断的向魏厂长道歉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就这样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好，欣欣，去送下你魏叔叔和小池。沈欣立马像个小兔子一样小跑着跟着出去了。魏叔叔好，魏同志好，我是沈欣，谢谢你们今天来提亲，我也非常高兴能和魏同志建立革命友情。什么建立革命友情？不是你求着要嫁给我的吗？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沈欣确实有些羞窘，就不好意思的点点头道：是的。臭小子，怪不得今天这么积极呢，还说彩礼要多给点。好在我儿子眼光还行，这姑娘神色落落大方，比沈柔好太多了。好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相处，逛逛街，在一起吃个饭，联络下感情。我还有事先回厂里了。快走！魏振国没忍住踹了他一脚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同志，你是想说说话，还是逛逛街，还是跟我联络感情啊？都不想去。你什么意思？得到手了就不珍惜了呗？沈欣看了一眼屋里的沈家旺，就小声说道：现在买东西回去也是便宜他们，还不如等咱们结婚了再买，到时候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手艺很厉害的，你有口福了。魏迟这才神色稍缓道：好啊，正好我吃饭很挑，那我就等着品鉴你的手艺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小同志。沈欣点点头，送走魏迟后，他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外公外婆的老院子。外婆说过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家里的钱不在屋里，反而在外婆平时晒太阳的窗台下埋着。沈欣说着，就找到一把小铲子开挖，2小时后才终于挖出来一个铁盒子。果然有1000多块钱，还有1块羊脂玉，2根小黄鱼。外公外婆，谢谢你们。另一边，沈家旺见人都走后，脸色就拉了下来。沈柔，今天闹这么一出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他们当爹的在掏大粪，当娘的是老泼妇，而那小混混只会喝酒打牌、偷鸡摸狗。你是要嫁过去当丫鬟，伺候他们全家？小混混平日只会喝酒打牌，他爸又是个掏大粪的，他妈还是个护崽的老泼妇，可富家千金却上赶着要嫁给他，气得父亲直接给了他一耳光。啊！你是要嫁过去当丫鬟伺候他们全家吗？哎呀，傻孩子，你怎么不知道躲呢？疼不疼？爸妈，总之你们相信我，邓闯以后会挣大钱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，让你坚信邓闯一定会有大出息，他会成首富？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吧？爸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就等着看吧，你以后还得享邓闯的福呢。那魏家家是哪点不比邓家好？你醒醒吧！嘿嘿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万一哪天魏家被举报，财产被没收，不就什么都没有了？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按照你的这个逻辑，人吃饭还能被撑死呢，走路还能摔死呢，天上还有可能下红雨呢。总之我不同意你嫁给邓闯。女儿啊，你就听爸妈一回吧，这世上谁都可能害你，唯有爸妈不可能害你。你们阻止我成为首富夫人，这跟害我有什么区别？沈家旺气得不行，怒骂道：你自己好好给沈柔做思想工作吧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李倩倩心乱如麻，也不管沈家旺出去干啥。此时沈家旺走到外面，就骂骂咧咧道：一个个的都不省心，老的生不出儿子，就生一个丫头片子，还把身体弄坏了，小的非要嫁给二流子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等老子生出来儿子了，就让你们全部滚蛋。沈家旺高兴的就冲进了一条巷子，等他努力奋斗2分钟，心满意足的出来时，恰好看到了刚挖完宝的沈欣。爸，你忙完了呀？沈家旺神色有点不自然的道：啊，忙什么忙？你干嘛去了？没干嘛呀，这不准备回家呢。爸呢？忙什么去了？沈欣一边说，一边朝着后头的巷子里瞅了一眼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爸好像有个相好在这里来着。好家伙，沈柔在家闹得天翻地覆的，他还有心思瞎搞呢。
此时的沈家旺恼羞成怒，便怒吼道：“你管老子做什么？家里一堆事不知道做，就知道疯跑，赶紧给我回家！”爸，是魏厂长让我跟他儿子培养感情的，你要是有意见，我就跟魏叔叔说，我爸不让。既然是魏厂长的要求，那你就多跟魏迟接触接触，好帮爸爸当上后勤主任。我当然记得，那我的嫁妆呢？你可别忘了呀。忘不了，你个讨债鬼！父女二人一肚子算计的回到了家，结果刚进门，沈柔就阴阳怪气的道：“我说沈星啊，这结婚也差不了几天了，你就不能矜持点？这么晚才回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人怎么着了呢。”沈星使劲嗅了嗅鼻子，什么味道啊？我怎么闻到一股子臭味？是谁在满嘴喷粪？我什么我？首先，我和魏迟什么也没发生。其次，我们两家人是商量好了的亲事。可我的好妹妹，你跟邓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就吃海鲜了，也不知道是谁不矜持。沈星，我要撕了你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没完！刚刚还居高临下的沈柔立马不镇定了，说了就扑了上去。沈星快速往旁边躲开，然后伸脚一绊。听声音就摔得很疼，这好妹妹骂也骂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下一步就该喊妈了吧？果然，沈柔委屈巴巴的大喊道：“妈，救命啊！有人要害你女儿！”李倩倩着急忙慌的从厨房出来，就心疼坏了。哎呦，柔柔，你疼不疼？沈星，你怎么回事？别以为攀上高枝了就可以在家欺负妹妹，你今天不跟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就不要吃饭了。切，不就是告状吗？谁不会啊？想到这，沈星也学着沈柔的样子，委屈道：“爸，救命啊！后妈欺负女儿了呀！爸，你管不管啊？”沈家旺被点名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干啥呀？两姐妹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样子？”爸，妹妹上来就说我不矜持，那不就是没家教在骂您吗？还有，我跟未婚夫出去培养感情，怎么就是不知检点了？他这么说我真的心寒啊呀！你刚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爸，我不是在骂您啊！你看他刚刚伸脚绊我的胳膊都磕破了。哎呦，江旺，你看看柔柔伤得这么严重，这是明显就是沈柔不对啊！你必须给柔柔做主。我怎么不觉得？我看沈星说的对，沈柔跟邓闯就是不知检点，骂姐姐更是不对。沈柔今晚就好好反省吧，晚饭也不要吃了。沈柔一脸的不可思议，感觉自己仿佛从天堂掉到了地上。你还是我的好爸爸吗？你怎么能向着别人呢？沈柔说完，哭着就跑回了房间。李倩倩瞪了沈星一眼，连忙跑去哄女儿了。果然，忍一时卵巢囊肿，退一步乳腺增生。与其自己躲着流泪，不如气哭别人，爽啊！第二天，沈家旺专门给了沈星1块钱。你今天约魏迟一起出去玩吧，培养感情。还真是小气鬼。爸，1块钱能买什么呀？你也不能让魏家看清我们啊！沈家旺咬咬牙，又拿出了4块钱。嘿嘿，谢谢爸爸。这时，沈柔也鬼鬼祟祟从后面冒出来，伸出手道：“爸，我也想买东西。”买什么买？你的零花钱还不够多。沈家旺说着就打了一下他的手心，怒气冲冲的走了。沈柔惊讶的愣在原地，委屈的眼睛都红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，想要点零花钱有什么错？等我成了首富夫人，我一天就要花100万，气死沈星。李倩倩心疼女儿，直接拿了6块钱出来。乖柔柔，拿着钱出去逛逛散散心，买件自己喜欢的衣服。我女儿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不能比别人差。沈心懒得理会他们的阴阳怪气，直接出门去找了魏迟。咦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来，坐上来。沈心小心翼翼地坐上去，只抓住了魏迟的一点点衣服。魏迟却不满意，直接道：“路不平，抱紧我的腰。”魏迟说完就开始挑着有坑不平的地方走。沈心赶忙小心翼翼地圈住魏迟的一招重生。姐妹两人竟同时回到出嫁前。前世姐姐的混混老公竟成了首富，而妹妹的2代老公却天天家暴，还败光家产。如今她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姐姐的未婚夫，还上赶着给她买了件贵衣服。这件衣服好贵啊，心疼死我了。沈柔，你醒醒，今天你花6块钱，等邓闯发达了，他就能给你买6万块钱的貂皮大衣了。就在沈柔正在自我安慰时，就见沈心正拿着一件更贵的衣服在比划，整个人洋气的不得了。一旁的邓闯也被惊艳到了。沈柔虽然会打扮，但大姨子确实天生丽质。要是那天沈柔没有突然跑进来就好了，那和我吃海鲜的就是沈心了，那滋味该多美妙啊！就在邓闯想入非非时，沈柔嫉妒的不行，只见他气冲冲的直接上前拽住了沈心。沈心，你哪来的钱？怎么可能买得起至少30块钱的衣服？别是只看不买，都把别人家的衣服给弄坏了吧？沈柔一边说一边叫来了营业员。你们怎么工作的？你看他这个穷酸样，
像是能买得起这衣服的样子吗？营业员却是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沈柔。这姑娘长相一般般，也不像是什么富贵人家养出来的娇小姐，到底是怎么好意思在国营商场撒泼的啊？沈柔看他没反应，更加气急败坏。你看我做什么啊？赶紧把他赶出去啊！营业员被吼了也不高兴，没好气的道：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命令我做事？有病就去看，我们这里可不是你发疯的地方。一旁的魏迟这时也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小姨子吗？在家欺负姐姐就罢了，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发疯？啧，人家说人美心善，果然是有道理的。你看看你，不仅丑，心思还恶毒，真是辣眼睛。是你带他来买衣服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又怎么可以？你可是我的。这衣服沈星买不起，但魏迟可以，而且上辈子魏迟这个丈夫从没给我买过衣服，他怎么会带着沈星来？沈柔整个人有些摇摇欲坠，魏迟可没工夫搭理他，直接开始对邓闯。果然是破锅配烂盖，什么人配什么人，邓闯是吧？我劝你最好管好自己的眼睛，不该看的人不要看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玻璃球玩。你什么你？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用手指着我。邓闯知道这人惹不起，一秒把手收回。什么人啊？有什么好凶的？我还不喜欢有人惦记我的眼珠子呢。柔，我们走，不跟这种人一般计较。沈柔摇摇欲坠的，邓闯赶紧扶着他走了出去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沈信拿的那件衣服一点也不好看，还很老气，土的我妈都不穿。等我以后挣钱了，给你买更好的。那我要貂皮大衣，你说要给我买的，我可记住了。邓闯连忙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这咋还当真了呢？那貂皮大衣哪里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？想到这，邓闯连忙抱住了沈柔。柔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哎呀，好啦，我肯定相信你的。这大庭广众之下的，咱们矜持点。怎么了？我搂我自己的媳妇犯法吗？谁是你媳妇啊？不要脸！我就是不要脸。沈柔是我媳妇，谁叫沈柔，谁就是我媳妇。你要是我媳妇，就得亲我一口。沈柔听得心里甜滋滋的。未来首富的媳妇，我的梦啊！沈柔四处看了看，趁周围没人，快速吧唧了他一下。小骚货，回头再收拾你。怎么有点粗鲁啊？罢了，反正我们都吃过海鲜了。邓闯喜欢就好，又是为了首富夫人努力的一天啊！走吧，咱们去逛逛。等，你的自行车呢？咱骑你的自行车去呗。沈柔的自行车4舍5入就是我的，真好，娶个媳妇啥都有了。我的自行车我妈骑着去上班了，真扫兴。你说我丈母娘也真是的，她就不能走着去上班吗？沈柔的脸色逐渐难看起来了。邓闯赶紧找补道：我不是说咱妈不好的意思啊，我主要是怕累着我们柔。什么咱妈？那是我妈。嘿，你妈就是我妈。赶紧走，想吃什么我请，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。我这人跟女孩子一起出门，从来不会叫女孩子花钱。你经常跟女孩子一起出门吗？嘿，谁在败坏我的名声？我这个人最是洁身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男人跟女人一起出门，没有叫女人花钱的道理。沈柔点点头，忽略了心里的那一点不对劲。一路上，邓闯十分大方的买水买糖，还十分殷勤的给沈柔剥了一小把瓜子，递给她。沈柔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。这就是被捧在手心的感觉吗？逛了一上午，我有点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邓闯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3毛钱，要是吃2碗阳春面，那还是够用的。万一这个祖宗要是想吃红烧肉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不过没事儿，他自己应该还有钱。走吧，我们少吃点，我不是太饿，你想吃什么就点，我跟着你稍微吃2口就行。可二人刚走进饭店，就看到了魏迟和沈欣，只见他们桌上全是大鱼大肉。沈柔看到嫉妒的要命。沈欣那个贱人，凭什么吃这么好？4人打了个照面，很有默契的都没有打招呼。沈柔不敢发癫，只能小声吐槽道：吃，怎么不撑死你？2个人吃的了这么多吗？点这么多，真是钱烧得慌。沈欣听到了不跟他计较，可魏迟却是个爱较真的。哟，这不是那爱撒泼的小姨子吗？怎么这么半天才到饭店啊？不会是走着来的吧？哎呦，怎么连个自行车都没有的呀？真可怜，怎么还不点菜啊？不会是点不起吧？前世妹妹的2代老公败光家产，还喝酒打人，如今她重活一世，直接抢了姐姐的小混混未婚夫吃海鲜，却发现上一世从没给她买过衣服的老公，现在却给姐姐买，就连在餐厅简单吃个饭，也要满满当当的摆一桌子，气得她大骂道：吃，2个人点这么多，吃得完吗？怎么不撑死你？哟，这不是那爱撒泼的小姨子吗？我和你姐爱点多少，会不会吃撑，管你屁事！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什么难听的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你死魏迟，嘴巴还是这么坏。邓闯什么也不敢说，在一边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。我可得罪不起魏迟，还愚蠢的送上门给人骂。
你愣着干什么？点菜啊！那个柔柔啊，我刚刚吃了不少小吃，还不要不就点2碗阳春面吧。刚想狂点一大桌找回场子的沈柔立马不乐意了。点，你不饿我了，你不吃我吃。祖宗，我兜里就剩3毛钱了，我可没粮票啊，你得悠着点。沈柔摸了摸自己兜里剩下的2块5毛钱，也清醒了过来。这个排场我确实撑不起，罢了。我跟他比什么？以后我可是要做首富夫人的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呢。你说的对，我也不太饿，那我们就点2碗阳春面，1份花生米，1份凉拌藕片，先这样吧。啊，对，这样就很好了，有面吃，还有小菜，还是你会过日子。很快面和菜就上来了，味道也不差，邓闯吃得香得不得了，但沈柔却吃得如同嚼蜡。隔壁红烧肉真的香啊！魏迟也看出了沈柔的嫉妒，故意大声说道：欣欣，你尝尝这个鲈鱼，肉质细腻，入口即化，还有这个红烧肉，肥而不腻。要是吃腻了，咱们就吃点小甜点，或者我们再点一个甜汤喝。这人还真是小孩子脾气，明明之前都是叫沈同志的，突然就开始叫欣欣了，看来他不气死沈柔，心里是不得劲儿啊。果然，啪的一声，沈柔就把筷子摔到桌子上，哭着跑了出去。邓闯赶忙站起来追：哎呦喂，我的姑奶奶啊，还有小半碗面和菜没吃呢，那么金贵的白面，我真是心疼死了。哎，这姑奶奶还真是说发疯就发疯。2人走了后，魏迟就放下了筷子，也不给沈欣夹菜了，前后反差太大。沈欣没忍住笑了出来：你敢笑话我？没，不敢，我就是觉得你挺有意思的，特别真实，爱恨分明，这样挺好的。算你有眼光，今天接触下来，这小姑娘还不错，想必结婚后也不会改变我现有的生活状态，不错不错。2人吃完饭，沈欣不想浪费，就将饭菜带回了家里。此时沈家旺和李倩倩也前后脚下班回来了。哟，今天菜色挺丰盛啊，这个是海参吗？不便宜吧？确实不便宜，国营饭店要9毛钱1份，魏迟点的菜多，这个没怎么动，我就打包回来了。气死我了，这本来都该是我女儿的。这时沈柔也回来了，没好气的道：不就是一点剩菜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妈，你们就这么乐意吃别人的口水吗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补一补的沈家旺当场脸就黑了。沈柔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平时咱们能吃点荤腥就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这可是海参啊！沈柔的记忆还停留在重生前，却忘了这是缺衣少食的70年代。本来就是剩菜，我又没有说错。好，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个月5块钱的零花钱没有了，还有你天天在家吃住，每个月得交5块钱生活费。什么？要扣我的零花钱，还要我交钱？这一正一负就是10块了，我1个月工资才20呢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老沈，柔柔也不小了，姑娘家的难免要吃吃喝喝打扮一下的，何必对孩子这么苛刻？沈欣见状就故意哭了出来，也不说话，主打一个我很委屈但我不敢说的现象。果然，沈家旺直接冒火了，这就叫苛刻了。欣欣没有工资，也没有零花钱，那他怎么就过得好好的？我看沈柔就是被你给惯坏了，5大3粗的，天天买那么多衣服，穿上就能变成天仙了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就是个子高骨架大，没有沈欣那么娇小玲珑罢了。可你竟然说我5大3粗，我不活了啊！哪有你这样当爹的？沈柔一边哭一边等着他爹低头哄她。可沈家旺上1天班本来就累，哪还有心情照顾女儿的小情绪？哭就知道哭。既然你觉得破海参没什么好吃的，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了。沈柔，这个月开始没有零花钱，交5块钱生活费。沈欣，这个月开始5块钱零花钱。我恨你们！沈柔说完就哭着跑回了自己房间。李倩倩赶忙拿2个馒头跟了过去。欣欣，爹知道你委屈，放心，等你结婚时，我再多给你50块钱压箱底的钱，可别告诉你妈呀。谢谢爸，我不说。对了，今天我跟魏迟一起出去，他很大方，等结婚了，我一定把他家东西拿到咱家来孝敬爸。想屁吃吧，一个字儿我都不会拿回来的。嘿嘿，爸爸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再帮爸爸当上后勤主任。哈哈哈，还是你懂爸爸。欣欣啊，在这个家里，爸爸只有跟你才是一条心的。我信你个鬼！真以为你偷偷摸摸在外面生儿子，没人知道了是吧？行吧，你忽悠我，我忽悠你，谁认真谁就输了。爸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内的李倩倩和沈柔却是要吵起来了。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跟你说不通，反正我这辈子是一定要嫁给邓闯的，谁阻止我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你怎么就知道邓闯一定是首富呢？他现在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。你们懂个屁，全是电视上报纸上都报道了，那还能作假？我梦到的，在我的梦里，沈欣嫁给了邓闯
邓闯成了首富，他成了首富夫人，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出入都有保姆司机伺候。那不就是资本主义左派？那是要被打倒的。哎呀，这世道是会变的，别看现在谁穷谁光荣，以后就是谁有钱谁牛逼。而那魏迟脾气差，我们天天吵架，他喝多了还会打我。后来魏家还倒台了，啥也不是。你这梦里的事情怎么能当真呢？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妈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梦叫预测梦，就是我梦到的都是真的。我还梦到我爸在咱家挂钟后面藏了20块钱。我马上去看看。母亲竟给继女下药，把她送给小混混吃海鲜，可小女儿却主动抢这个机会。就在母亲暴怒不已时，她连忙解释道：妈，你别看他现在是个小混混，以后肯定是首富，我的预测梦很准的，不信你去看我爸在咱家挂钟后面藏了20块钱。我马上去看看。等等，现在别去啊，等晚上我爸睡着了再去。还有在梦里，我爸他一直在外面找人生儿子，反正为了以防万一，家里的钱你一定要自己留着。沈家旺竟然在外面找人，可我是为他生孩子才伤了根本不能再生的。对了，梦里他最后生出儿子了吗？生了，但是后来他发现那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。哈哈哈，原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真是报应啊！这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别管了。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不会再反对我嫁给邓闯了吧？你是个大姑娘了，妈不可能管你一辈子的，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但结婚以后是好是坏，你都得自己负责了。亲，妈是不可能不管我的，上辈子不可能，这辈子更不可能。等李倩倩从房间出来时，看到空空如也的餐桌，气得鼻子都要歪了。她犹豫再三，还是没忍住摸了摸挂钟后面，还真的有20块钱。沈家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倩倩就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，宣布道：以后沈柔就嫁给邓闯了，日子我都看过了，就跟沈心定在同一天吧。其实这时间是沈柔特意要求的。哼，上辈子我们就是同一天结婚，这辈子我还是要同一天。不同的是，我要做那个奔向富贵的人。至于魏家的苦日子，沈心你就慢慢熬吧。此时沈心才懒得搭理沈柔，只见他诧异地看向沈家旺，爸竟然屁都不放一个，难道有什么把柄在李倩倩手里？下午，邓母黄凤花就和邓闯一起空着手来了。爸不来真的好吗？好歹我们也是来提亲的啊。他来还要专门请假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那可是半天工资啊！而且他来不来的无所谓，反正沈柔非你不嫁。此时的沈柔早就在门口等他们，见他们空手上门，沈柔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。凭什么沈心提亲？男方家里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风风光光的，可他们来却两手空空。罢了，沈柔，你的眼光一定要看长远点，你投资的可是邓闯的未来，他们不给你面子，你自己给你做面子呗。想到这，沈柔深呼吸一口气，挤出个笑容来，就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了邓闯。当黄凤花和邓闯提着红糖、罐头、点心、麦乳精上门时，李倩倩脸色还是不错的。邓家总算是懂点礼数了。沈心，去泡点茶水来。见沈心去厨房，沈柔也跟着过去，满脸得意的道：沈心，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要嫁给邓闯吧？挺好奇的。那你就好奇着吧，毕竟我才是天选之人，我以后会过好日子，穿新衣服，天天下馆子，还会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住5星级酒店。而你，哈哈。而我怎么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好日子也不能就你一个人过啊！这辈子轮也该轮到我了。等你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倒是可以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会赏你口吃的。嘿嘿，这辈子我一定要比沈心强。沈心却摇摇头，笑而不语。果然重生不会长脑子，明明他靠着重生的一些先机可以自己赚钱的，却还是只想着靠男人，甚至不惜主动和邓闯吃海鲜。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太羡慕我了吗？沈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可以靠自己的？你高中毕业，工作也不错，以后会有很多发展机会。沈柔脸色瞬间紧张起来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你想跟我抢邓闯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别胡说。最好是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邓闯是我的，没人可以抢得走。哼，沈心算个什么东西？上辈子不就是靠邓闯才过上了好日子，现在竟然来劝我不要靠男人，真是可笑。你放心，就邓闯那样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抢的。你们最好锁死，一辈子在一起。
这话听到沈柔耳朵里，自动转化成她和首富所死。此时的客厅里，李倩倩为了给女儿做脸面，也咬牙道：“亲家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表面上你们出200的彩礼，外加3转1响，还有3金，实际上彩礼钱我出，让柔柔拿着3转1响和3金，我们一家出1半，如何？我女儿出嫁肯定不能比沈星差，天下的好东西就该都是我女儿的。”可黄凤花却故作为难道：“亲家，不是我们不想出，实在是我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啊！再说3转1响，时间这么紧，我们上哪儿弄票啊？”李倩倩沮丧极了。邓家没钱，老沈不可能出太多，就算我掏干全部私房钱，也凑不出来那么多。婚前邓家就这么敷衍，等结婚后还能对沈柔上心吗？那你们家能拿多少？我女儿高中学历，又这么漂亮，每个月还有20的工资，现在我们家已经够有诚意了，你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出吧？黄凤花为难地看了儿子一眼，邓闯也眉头紧皱。虽然家里多多少少都攒了些，可以白嫖为什么要花钱？就说沈柔这个上赶着的架势，我就算什么都不出，这婚事也能成。妈，我肯定也想风风光光把柔柔娶回家，但是我们家就这么个情况，我爸的工资只够养活咱们全家的，要不我去借钱，就是这婚后只能用柔柔的工资还债了。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自己花钱娶自己，你们家什么都不出，就摆的一个有工作有学历的媳妇儿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，还真敢说啊！此时的沈心在厨房都听乐了。邓闯心眼子真多，这么算计人家，就算嫁过去了，怎么可能善待媳妇儿？就算以后有钱了，又怎么会给媳妇儿花？除非这钱是靠媳妇儿挣来的，就像我前世那样。此时沈柔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我知道邓家穷，却没想到这么穷，我可不想嫁过去还债，我这付出的也太多了吧。小混混空手上门提亲，竟想白嫖有钱女人，这些奇葩操作器的丈母娘当场发火，可女人却不要脸的上赶着要嫁。邓闯过几天就在黑市倒腾草药，赚了1000多，就算借钱结婚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钱的。想到这，沈柔就将茶水端了过去。妈，我现在上班有工资，我先付出，等邓闯赚到钱了，也会带我过好日子的，对不对？我必须在邓闯发迹之前，狠狠拿捏住他的心。我这无与伦比的颜值啊，果然吸引了万千少女的心。条件好又如何？还不是要求着嫁给我？这姑娘条件不错，却还上赶着嫁给我儿子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算了，反正家里多了个会干活的佣人，还是赚的。柔柔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以后我肯定把你当亲闺女。邓闯要是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么有出息的男人，这么慈善的婆婆，我沈柔这辈子选对了。话说得好听，说点实际的吧。你们家准备出多少钱？3转1响什么时候到位？准备让我女儿背多少外债？最多50。我把我和老邓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这诚意够足了吧？哼，50块，你们在糊弄二傻子吗？我女儿再怎么傻，他妈还没死呢。这个老娘们真讨厌。那我们家就再添点，我就不3块5块的添了，100，再多是真没了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老头子1年挣420，彩礼最低200。你们家要是觉得不合适，这婚事就吹了。我女儿有学历有工作，反正是不愁嫁的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闭嘴！你要再说话，我今天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沈柔缩缩脖子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求助地看向邓闯。邓闯做出一副再三挣扎的模样，才咬牙道：“行，200就200，妈你放心，等结婚后我一定对柔柔好。我要是没做到，您就大嘴巴子抽我。”此话一出，黄凤花就心疼地看向邓闯，小声道：“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家娶媳妇是伺候你的，可不是要娶个祖宗回家供着的。等以后到家了，还不随便您调教吗？”黄凤花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沈柔连忙跑出去送人。闯哥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，你是不是准备去黑市卖东西了呀？你疯了！这让人抓住是要去农场改造的，我去干那个，是我嫌命太长了吗？哼，邓闯不是未来首富吗？他上辈子的第1桶金就是在黑市倒卖药才来的，可他不去黑市怎么发家啊？闯哥，我们小心点，没事的。虽然卖东西有风险，但是高风险高收益啊！有了钱，你才能在兄弟面前扬眉吐气啊！也是啊，大不了挣到钱了就收手呗。那我们去黑市卖什么？草药。草药从哪里来？为什么问我？你是首富还是我是首富？可以去山上挖，或者去乡下找人收一点啊。我不认识草药啊，而且去乡下买被人坑了怎么办？再说我也没钱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要怎么办嘛？重生的沈柔并不知道，
上辈子是沈心在山上挖到了一柱人参，单靠邓闯啥也不是。很快就到了沈家2个女儿出嫁的日子。只见邓闯先到，用5辆自行车一字排开，后面还跟着辆板车，上面放的是缝纫机和一台收音机。这个规格不管放在哪里都是顶顶好的了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邓家是个好人家吧。能看着你风风光光出嫁，妈也算了一桩心事。此时沈家旺也得意地围着板车转了一圈，真不错呀。没想到邓家还整得挺有排面。咦，这收音机盒子怎么有点歪？沈家旺连忙上手去扶正，却发现这盒子不太对劲。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收音机的盒子，里头竟然是一块板砖，怪不得这么重。没人发现吧？沈家旺快速把盒子盖上，又看了眼缝纫机，里面果然还是大石头。特么的邓家不做人啊！这要是让人发现了，我沈家旺的脸往哪放？千万别被发现啊！千万别被发现啊！老沈，你干嘛呢？赶紧过来！来了。谢谢爸妈愿意把柔柔嫁给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，你们放心。放心放心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你这么着急干啥？我还没说话呢。你说什么说？必须赶紧走，不然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要不是今天有这么多客人，我真想把邓闯还有那盒子给扔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魏迟竟然开着辆大货车来了。天啊，是大货车，上面还有那么多好东西。接新娘子咯。随后车厢里的伴郎们就开始往下面撒东西，有喜糖、花生、瓜子，哎，我们有口福了。还有1分钱的硬币，不愧是厂长家，太大方了。只见越来越多的人都出来抢喜糖，不小心就碰到了旁边的板车，收音机也掉到了地上。大家别挤了，邓家的彩礼收音机掉了，收音机可不便宜，踩坏了还得赔钱。我可没碰这玩意儿啊，摔坏了也赖不着我。瞧你这出息，这怎么可能碰坏？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，我可是好心。结果这邻居用了好大劲儿，愣是没给捡起来。啥情况啊？这收音机怎么这么重？好心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收音机包装盒子，只见里头竟然是一块板砖。天爷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装缝纫机的不会也是板砖吧？有人手快，已经打开了，不是板砖是大石头。村民们不小心碰掉了新郎的豪华大彩礼，捡起来才发现里面竟全是大石头。沈家旺，你的小女婿怎么骗人啊？咦，你的大女婿车上的好东西也不少，不会也是骗人的吧？怎么说话的呢？我们池哥可是敞亮人，绝不会弄虚作假的。伴郎说完就撕开外包装，只见缝纫机锃光瓦亮的机身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这可是个稀罕货啊，还是蝴蝶牌的，你的大女儿有福了。在屋内的李倩倩刚才听到这话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沈心跟魏迟早就出门了，那成堆的彩礼也都没了。沈家旺，你是死的吗？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沈心把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了？那是人家带来的东西，留什么留？还嫌不够丢人的吗？那我家柔柔怎么办？柔柔应该还不知道她的彩礼没有了，缝纫机和收音机都变成了板砖和大石头。与此同时，邓闯正带着沈柔给长辈磕头。柔柔，既然你已经成了我的儿媳妇，那洗衣、做饭、伺候丈夫都是最基本的，以后你男人说什么你都得听着，还得抓点紧，早点生下儿子。这老钱婆怎么跟提亲的时候说的不一样？不行，我不能发脾气，不能顶嘴，不能跟婆婆闹僵。邓闯可是未来首富啊！记住了，婆婆。黄凤花满意的点点头，才恩赐颁递了一个薄薄的红包，邓大强也效仿着给了一个。随后沈柔就被单独送进了婚房，她连忙摸出红包来，里面竟然只有1块钱。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公婆，再不讲究的人家，起码也得给个5块10块吧，太气人了。可这还没完，沈柔才做了没多久，就被邓闯喊出去敬酒。邓闯，你小子可以啊，竟然娶了有工作的漂亮媳妇儿，今天必须敬我3杯。媳妇，你就给他个面子，敬他3杯。沈柔点点头，就浅浅的抿了一小口，可那人不高兴了。邓闯，你媳妇儿这是不给我面子啊？沈柔，怎么回事？全喝了。邓闯威胁的眼神，瞬间让沈柔委屈的不行，无奈之下，她咬咬牙，直接喝了下去。没事的，沈柔，就这么一杯，邓闯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但沈柔不知道的是，喝酒是不可能停下来的。只见越来越多的人起哄着给他倒酒，一连喝了5杯后，沈柔的胃都像在火烧。我真的不能喝了，再喝下去我要死了。怎么回事，沈柔？这可是我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哥们，必须再喝1杯。就这样一杯一杯又一杯，沈柔终于撑不住吐了。邓闯赶忙拿纸帮他擦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喝点酒还给自己喝吐了呢？天啊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赶紧送医院去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此话一出，邓闯吓得腿都直哆嗦。我只是叫他敬几杯酒，可没叫他喝吐血啊！这媳妇真不中用。另一边，沈柔被送到婚房里，就美滋滋的拿出了魏迟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给的4个红包，每个里头居然都是50块钱，发财了呀！这可是200块，
沈柔不吃不喝要攒10个月工资，魏家真是厚道。休息了没多久，沈欣就被拉着出去敬酒。上辈子初创公司跑业务拉单子时，我也没少喝白酒，这技能恰好在今天派上用场了。然而，当第一杯酒下肚的时候，沈欣愣住了。这怎么是水？还是甜滋滋的白糖水？沈欣愣愣看向魏迟，此时的他正一脸得意。沈欣忍不住脸一红，小声道：“谢谢你，还好你提前帮我把酒换成了糖水，否则我估计一杯酒下肚就人事不知了。”放心好了，你既然嫁进魏家，就是我们魏家人了，那我肯定是要护着你的。沈欣点点头，主动挽上魏迟的胳膊，偷偷问道：“你怎么样呀？要不要也换成水？”不用，我好得很。两人甜甜蜜蜜的敬酒，可从小和魏迟就不对付的冯远，竟直接换掉了沈欣的白糖水。新娘子这可不行啊！一杯酒敬了10几桌了，一半都没下去。养鱼呢？来，我给你倒杯新的。来吧，弟妹，我敬你一个。冯远说完，就一口气喝干了自己杯子里的酒。沈欣为难地看向了魏迟：“你他妈的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老子新婚大喜，你故意找我不痛快？老子敬你媳妇酒，是给你脸了，懂不懂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”魏迟四处看了一圈，正想拿空酒瓶砸过去，就被沈欣给拉住了。“你别生气，我们不跟傻子一般见识。”你说的对，但这酒我媳妇是不可能喝的。冯远，你的面子就等于老子的鞋垫子，我跟你喝，今天谁先倒下，谁就是孙子。行啊，喝就喝，谁怕谁？等等，迟哥，你们继续敬酒，别耽误了正经事。冯远，我们3个伴郎替新郎喝，别说我们欺负你啊，我们喝2杯，你喝1杯，可以吧？切，你们再来3个人我也不怕。可3大杯白酒下肚，3个伴郎还轻轻松松，冯远却突然摔着凳子倒了下去。我喝不动了，我不行了。这小子这么能装，我还以为多能喝呢。我们抬他去医院吧。此时沈欣、魏迟也敬完了酒，魏迟见状不对，着急道：“沈欣，你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，我去医院看一眼那孙子死了没。”我跟你一起去。等到了医院，只见冯远还没醒，巧的是沈柔也在同个病房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新婚第1天就闹到医院了？没什么，喝多了。你呢？怎么也闹到了医院？不会是给人脑袋开瓢了吧？上辈子婚礼当天，魏迟就把冯远的脑袋给开瓢了。当时我还觉得魏迟护着我，特男人，可谁知婚后居然连我也打。什么开瓢？谁给谁开瓢？别装了，人都拉到医院了，有什么好装的？沈欣正无语，魏迟就走了进来。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他就是酒精中毒死不了。倒是你这妹妹真够拼的，敬酒敬到胃出血。你上辈子妹妹的2代老公为了维护她，竟在酒席上跟人大打出手，可谁知她婚后就家暴打人，于是她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了姐姐的首富老公，没想到敬个酒竟把自己喝到了医院里。你这妹妹可真够拼的，敬酒敬到胃出血，还是我好吧，提前就帮你把酒换成糖水。你们给我出去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行了，柔柔，别得罪人。沈柔正要继续发作，李倩倩就着急的直奔病房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胃出血了？这得遭多大罪啊！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柔柔。你还有脸说人家敬酒，你不会挡着点吗？还有彩礼，收音机是假的，缝纫机也是假的，就连自行车都是租的，你这是骗婚啊！妈，你说什么？邓闯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反正婚也结了，人就不会跑了，承认又如何？我有什么办法吗？那些东西又不好买。柔柔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一定双倍补偿给你，真给男人丢脸啊！画这么大的饼也不怕消化不良？我信你，你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为沈柔默哀3秒钟，等沈柔发现邓闯丝毫没有成为首富的能力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邓闯，你通过什么途径挣钱买？总得给我个保证吧？嘿，老娘们真难糊弄啊！我也不敢保证啊，要不嘛，您把工作让给我，这样我每个月工资都攒起来，总有一天能攒到的吧？你这个狗东西竟然敢惦记我的工作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李倩倩气得很捶邓闯。此时黄凤花刚进来就看到这一幕，气得直接将李倩倩推在了地上。我让你打我儿子，我自己都舍不得打，你竟然敢打他，反了天了你！妈，你怎么样啊？邓闯，你是死人吗？赶紧把你妈拉开啊！说起来，邓闯，你刚刚不是问我有没有挣钱机会吗？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瘪犊子100%是故意的，邓闯，不许去！嘿嘿，媳妇，我去听听啊，那挣钱可都是为了你啊，乖。邓闯说完就跟着魏迟走了出去。沈柔心寒极了，只能亲自下床拉架。婆婆，别打了，妈，你没事吧？
放开我，我要打死他！妈，别打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李倩倩恼得不行，但为了沈柔不为难，也只能忍下这口气。看了一眼沈心，就跑过去拉沈心的手。沈心，要不把你的彩礼给柔柔吧？我们就要缝纫机和收音机，反正魏家什么都有，你也不缺这点东西。反应过来的沈心猛地甩开他的手，沉声道：我有就得给你女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还要不要脸啊？反正我什么都不会给你女儿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才嫁出去就翻脸不认妈了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贱人！李倩倩说完就要去打沈心，外面的魏迟听到声响，连忙走进来推开了李倩倩。我魏家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了？谁给你的脸？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冯远，你养着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就是这么看病人呐？空着手来，空着手走。魏迟看了一圈，才发现桌子上有冯远助理刚刚带来的苹果。你说的也对，那我再带点东西回去。魏迟说完就提着苹果，拉着沈心走出了病房。魏迟，你大爷的！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好看。到了晚上，沈柔好不容易可以安心睡个觉，邓闯却又不安稳了。嘿嘿，媳妇，你就给我吧，今晚可是咱俩的新婚夜。邓闯，我身体真的很难受，而且这是在病房，等回家了行吗？哎呀，那有啥呀？有被子挡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而且你摸摸，我都成什么样了？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推推搡搡的，让同个病房的冯远听得又困又烦躁。你们两个干嘛呢？这是病房，不是无人区。这是我媳妇，你管得着吗？冯远气得拉开病房门，朝着外面大喊：护士，我要换病房，这里有人不要脸啊！大半夜的在病房里瞎搞。冯远这么一吼，不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，沈柔一下就吓哭了。我要出院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太丢人了，这么多人，万一碰到熟人了咋办啊？沈柔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回到家，可一天没吃东西的她实在是忍不住，就来到了厨房。什么鬼？为什么整个厨房没一点吃的？黄凤花居然在防我！沈柔顿时委屈地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结婚这一天多的人，受的打击比过去18年来都要多。我选择邓闯，真的是对的吗？哭，大半夜的，你嚎什么呢？真会气！妈，我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大半夜的吃什么？急夜点，等天亮了跟早饭一起吃吧。妈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你总不能让我睡不好，明天没精神吧？对呀，他还有20块钱工资，怎么说也得笼络住他，让他把工资都上交啊！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态度转变这么大，这老钱婆绝对是在图我的工资。我要喝红糖鸡蛋水，还要吃2个鸡蛋，真是个讨债鬼。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水很快煮好了，沈柔赶紧喝了口，就主动开口道：妈，咱家日子过得不容易，我以后每个月给您交5块钱生活费，您看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，太少了，家里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要钱？不少的吗？我每天中午都在厂子食堂吃饭，而且其他的东西我都会自己置办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5块就5块。对了，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做饭吃啊，总比儿子1分钱都不交，还找我要来的强。沈柔这边得交钱吃饭，还得早起做饭，可另一边的沈心睡了一整个好觉，醒来竟然有一桌子的丰盛早餐。欣欣快坐，你刚来我也不知道你的口味，就让王妈多做了几样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？妹妹非要抢姐姐的废物老公，结果嫁过去的第一天就被灌酒进了医院，好不容易折腾到家，婆婆却连碗冷饭都不愿意给她吃。反观姐姐虽是被动嫁了人，婆家却准备了一桌子的菜让她挑。欣欣快坐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？谢谢妈，我不挑食的。你们以后怎么打算的？要不我给你俩找个班吧。上班有什么意思？我有自己想做的事。对了，我媳妇也不上班啊，她可是要伺候我的。沈心也不该被枯燥重复的上班生活摧毁。不上就不上吧，反正家里养得起。欣欣，以后妈每个月给你20块钱零花钱，有什么想买的就自己买。哦，还有这种好事？等等，凭什么呀？我1个月才10块钱零花钱，这不公平。魏迟同志，你今年24了，自己不上班，好意思问你妈要钱吗？依我看啊，就1分钱都不该给你。此话一出，魏迟竟滑跪着过来抱紧老爷子的大腿。爷爷呀，我最亲爱的爷爷，你们这么努力，不就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吗？行了，总归咱家也不缺这份工资，要不我把20块钱都给你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。不行，你需要什么就自己拿着钱去买，我还有事，真得走了。魏迟走了，魏奶奶就拉着沈心说了一上午的话，
还送出了一个杨之玉的水滴吊坠。可另一边的沈柔还没睡多久，就被黄风花从被窝里薅了起来。你男人都醒了多久了？你还睡？妈，昨晚蹬床他要了好几次，我现在还疼呢。你可别没有节制，就知道要的，把你男人的身子掏空了，到时候补都补不回来。妈，我们新婚夫妻频繁点也很正常吧？3个姐姐还有蹬床，总不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还有，你能不能注意点隐私？进我们屋之前先敲门行吗？哼，我儿子屋，我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。你要是敢去我儿子跟前唧唧歪歪，影响我们的感情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进别人屋子前先敲门是礼貌啊，而且你儿子25岁了，儿大必母的道理你不懂吗？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对长辈大吼大叫的吗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而且现在太阳都要落山了，你还在睡，我们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娶了你这么个懒货。这老钱婆根本没法沟通，你说东他说西，你说打狗他说撵鸡，大不了以后我买个锁，就从里头反锁。沈柔忍着全身酸痛去厨房，却发现碗里只剩一点点黑乎乎的东西。妈，咱中午就吃这玩意儿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你什么都不干，还好意思挑3拣4的。其实昨天的吃席还剩了点好菜，我今天中午热了一半和老头子吃，一半留给儿子。至于儿媳妇儿，想都不要想。我不是说了我要交伙食费吗？为什么不能吃好点？对呀，这个月的5块钱生活费赶紧给我，别想白吃白喝我们家的。沈柔只能无奈地交了5块钱，就这么憋屈了1天。第3天，新婚夫妻需要回门，另一边的钱英主动提起道：欣欣，今天是你回门，我挑了几样礼物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只见桌上的白酒、烟、麦乳精、挂面等物品满满当当的摆了一桌子，每类物品还都准备了4份。这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，拿到哪里都不会出错。但沈家旺的胃口只会越长越大。妈，这些太多了，酒拿1瓶就行，麦乳精换成白糖吧，挂面也拿1袋，然后再拿1个罐头。为什么？妈，我妹妹嫁的一般，我要是回门礼拿的太好，不合适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孙媳妇儿有个7窍玲珑心，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沈欣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她只是不想叫她那渣爹后妈占便宜，还是只有我才了解她。沈欣这边不想露富，另一边的沈柔婆家却连回门这件事都没想起。妈，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你准备让我带什么回娘家？倒是忘了这茬子事了，幸好前天婚礼还剩了些东西。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亏不了你。1斤白糖，1斤油条，1斤红枣，上面再搭1条毛巾，够体面了吧？你是不是对体面有什么误解？前天的油条说不定都发霉了。但沈柔深知不能要求更多，只能拉着邓闯急匆匆地出了门。闯哥，你兜里有钱吗？我们再买几样东西。今天我姐也要回门，我们不能被她比下去了。比下去就比下去呗，你姐嫁的可是厂长的儿子，本来就比我们强。闯哥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，在我心里，你比魏迟好100倍。假以时日，魏厂长见了你也得点头问好，魏迟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这夸的是我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？放心吧，闯哥，你以后肯定是咱们华安市最有钱的人。好，你说的对，咱不能被魏迟比下去了。你说咱再买点啥礼？酒总要有的吧？再买1个罐头，1挂猪肉，1包挂面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酒可不便宜，我全身上下只有2块钱，要不算了吧。妈给我们的这4样也是不错的，这2块钱昨天我扭了好久才要到的，我还想留着买烟呢。说起婆婆准备的礼，沈柔掀起篮子一看，果然油条都长毛了。你自己看，这还能吃吗？赶紧把钱给我。行吧，给你也行。上次你不是说去黑市赚钱吗？我打听了下，村里有人在卖药材，就是吧？这个我没钱，要不你今天回去问丈母娘。钱还没拿出来呢，你就还想要更多的钱？你给我滚！邓闯见沈柔真的要冒火，连忙将2块钱拿了出来。沈柔一看也冷静了下来。罢了，邓闯下个月就会挣到1000块，如果我现在拒绝他，那他挣钱了就不会给我花了呀。而且今天可是回门的日子，我绝不能让沈欣看笑话。250秒后，办好事的2人就这样回到了沈家。此时沈柔一看到沈欣拿来的单薄礼物，就高兴坏了。1瓶酒，1袋白糖，1包挂面，1个罐头，这也太不怎么样了。看来沈欣在魏家过得真不行，我终于把沈欣比下去了。妹妹主动要嫁的混混老公只想着要钱花，而她回门还得自己掏钱充场面。等她到娘家时才发现，姐姐的回门礼品比她还少。哎呦喂，有些人就算嫁到厂长家里了，
混的也不怎么样嘛，回娘家就带这么点东西，也不嫌寒碜。幸好没把这人娶回家，脑子真是有毛病。我的好妹妹啊，我看你提的也就是瓶二锅头吗？怎么还嫌弃起我的毛子了？不都是酒吗？有什么区别？是不是你婆婆看不起你，故意给你准备的这么单薄？不像我婆婆，生怕我拿少了，给我准备了好几样呢。这时沈家旺连忙出声阻止道：快别说了，那可是毛子啊，我这辈子见都没见过，这辈子如果能喝一口，就算马上去死也值了。然而沈柔却不以为意。爸，你别拦我，我可是实话实说。就是魏家那么有钱，却只拿这么点东西，太寒碜了。那你们这是看不上我魏家的东西了？那我拿回去就是了。魏迟说完就要去收桌子上的东西，沈家旺赶忙拦下，小心翼翼的道：这是哪里的话，怎么会看不上呢？沈柔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还有你李倩倩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，不会说话别开枪。好你个沈家旺，居然当着孩子的面对我大呼小叫，这饭老娘不做了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柔柔跟我回屋。李倩倩说完就直接拉着沈柔回到了卧室。柔柔你都收了，你婆婆是不是搓磨你了？妈，还是你好，婆婆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吃，我天天都吃不饱，好在邓闯以后肯定有出息。妈，我想让邓闯去黑市。黑市那怎么行？妈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而且在我梦里，邓闯能赚足1000呢。这么多，那还考虑什么？必须得去啊！可我们现在没本钱，我跟邓闯说彩礼和嫁妆都给你了，等下我开口借钱，你一定别轻易答应，还得让他写借条。李倩倩点了点头，沈柔就将邓闯喊了进来。柔柔肯定说好了借钱的事，这会儿是让我进来拿钱的吗？嘿嘿。只见邓闯高高兴兴的，对上的却是李倩倩的冷脸。邓闯，我女儿从没受过半点苦，可你竟让她新婚第1天就进了医院，回家后连个鸡蛋都捞不着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等我赚到钱，我保证都给柔柔。有这个心就行。听说你们要准备去黑市碰碰运气，需要多少启动资金？你给我打个借条，我借给你。邓闯闻言立马懵了，小声问道：柔柔怎么不直接给我？一家人怎么能说借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抱歉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妈不听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邓闯握了握拳头又松开，只能无奈的道：借就借吧，总比没有强。先100块吧，我少收点药材试试水。李倩倩心痛无比的拿出100，就让邓闯写了欠条。随后李倩倩又让他们从厨房拎着篮子，鬼鬼祟祟的出了门。沈家旺连忙喊住他：你干啥去啊？几点了还不做饭？要你管！哼！李倩倩被发现，索性就理直气壮的出门了。这老娘们前段时间居然知道了我在外面拼儿子，隔3差5就闹一场，现在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了，太过分了。沈家旺只能十分尴尬的回到屋里。欣欣啊，那今天中午的午饭就要辛苦你了，爸爸今天专门买了肉、鱼，还有青椒和豆腐，就等你们回来吃顿好的呢。魏迟刚想反对，沈欣暗自拉了拉他的手，才道：行啊，那我今天就露一手。可3人来到厨房后，才发现里面干干净净的，连片菜叶子都没剩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想起来了，刚刚沈柔走的时候提了个篮子，一定是李倩倩把东西都给她带走了。贱人！哎呀，饿死了，怎么办呢？烦死了，总不能叫魏迟在岳丈家里饿肚子吧？走走走，爸请客，去国营饭店吃好的。3人到国营饭店吃饭完后，就分道扬镳了。魏迟有事要忙，沈欣连忙追上了他。魏迟，等等，对不起你。沈欣说完就鞠了一躬。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还没做，现在要做了。婚前我说要给你绝对的自由，但奶奶昨天让我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，我也担心你现在做的事有危险。你很坦诚，我很开心，但若是想知道我在做什么，那就自己来了解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沈欣看着魏迟的背影，凭自己的本事跟了上去，但他走了一段后，才发现后面还有人在跟踪。是谁？沈家旺只能摸着鼻子走了出来。是我，你跟着魏迟做什么？实话说，他是不是在外面有情况？没有的事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清白的很。那什么，你要是有魏迟的把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然后让你早日当上后勤主任。我知道，你快走吧。这么一打岔，魏迟早没影了。沈欣只能回家补觉。可另一边的沈柔刚回家就被婆婆命令着打扫卫生。等她满头大汗的上桌吃饭时，却发现中午带回来的肉和鱼都没有。妈，我们带回来的鱼和肉呢？是不是还在厨房没端出来？那东西我跟人换成钱和肉票了。你们结婚的时候欠了一堆饥荒呢，总不能不还吧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还饥荒了？但那是我妈特意给我买的，就想让我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你怎么能一声不吭就换了？
换就换了，还得给你打个报告，你是我们邓家人，那就是我们邓家的东西，而且我又不是自己偷吃了，你生什么气？你什么就成你的东西了？金个儿这鱼和肉我必须吃到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她从娘家带回好肉好菜，竟被恶毒婆婆打发去做家务。等她期待着吃饭时，却发现桌上啥也没有。金个儿这鱼和肉我必须吃到，否则没完。我换都换出去了，难不成你让我从别人嘴里扣出来给你吃啊？你恶不恶心？不说其他的，你换了多少钱？把钱给我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你的我的？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，还想藏私房钱啊？谁跟你我们了？赶紧把钱给我！邓闯别在这当个哑巴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兜里的钱是谁给的？邓闯左顾右看，不敢说话，但黄凤花可不是个傻的。儿子不上班，兜里哪有钱？除非他丈母娘给小闯钱了。听这语气，数额还不小了。来日方长，现在把沈柔得罪了，得不偿失。那什么，你看这事儿闹的是妈的不对，没提前征求你的同意，你就别跟妈计较了。我把换了的6块钱给你，你看成不？沈柔点了点头，邓闯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真是太难了，老娘和媳妇没一个好说话的，还真是一个老泼妇一个小泼妇。最后沈柔中午依然吃得玉米糊糊，而另一边的沈欣则是一脸满足地摸着自己吃撑的肚子。谢谢奶奶，我感觉我得长胖3斤。哈哈，小馋猫，吃胖点好，反正奶奶养你。奶奶你真好。第二天，沈柔一上班却被同事们指指点点起来，真晦气，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。沈柔，你真的你男人在医院干那事儿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姐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是那种没有分寸的人。大姐撇撇嘴，却不是很相信。沈柔顶着各种闲言碎语，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，回家却发现邓闯的大姐和三姐来了。又回来了，当初我们给你的200块钱彩礼钱，现在婚也结完了，是时候该还回来了吧？那是闯哥给我的，你凭什么要回去？凭什么？就凭这钱是我们2个出的。就是该还回来，那可是我女儿孝敬我的。哈哈，你们可真无耻！娶完媳妇儿你要彩礼可能吗？再说你们的钱可没给我，你们得谁了就找谁要去，不关我的事。弟妹，为了给你凑彩礼，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就可怜可怜大姐吧。还钱，赶紧的，别什么便宜都想占。你们烦不烦？邓招娣，别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死了吗？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邓来娣，你是不是脑子缺根筋？被利用了还在帮人数钱？还有你黄凤花，我给你面子叫声婆婆，我要不给你面子就叫你老钱婆了，还想把彩礼钱要回去，想屁吃呢？沈柔一口气骂舒服了，邓氏3母女却快疯了。你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的，招娣来娣，给我打！沈柔刚刚骂人有多痛快，现在挨打就有多疼。只见邓氏3母女一顿暴打，还搜走了她身上所有的钱，沈柔只能哭着回娘家告状。妈！李倩倩赶忙出来，一见到沈柔就惊呆了。你这是被谁打了？脸上还有巴掌印儿，妈跟他拼命，我活剐了他。妈，我好疼啊！他们邓家不做人，我婆婆那老贱人叫了她2个女儿回家，还找我要彩礼钱，我没给，他们就合起来把我打了一顿。天杀的，造了什么孽遇到这样的婆婆？他们要死啊！你男人呢？邓闯就在一边看着你挨打，他肠胃炎住院了，还没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沈家旺醉醺醺的从外面回来了。柔柔咋回来了？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啊？沈柔很快就委委屈屈的把事情经过都说了个遍，可沈家旺不仅不安慰，还幸灾乐祸的道：你看，我就说了邓闯不能嫁，看看这不就挨打了？再看看你姐姐嫁到魏家，现在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知道过得有多好。此话一出，沈柔沉默了。上辈子嫁到魏家的是我，那可是顿顿精粮，鸡鸭鱼肉更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不像邓家，除了咸菜萝卜就是咸菜白菜。你特么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就跟我说现在怎么办？女儿总不能就这样白让人打了吧？什么怎么办？凉拌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不要屁大点事就回家找爸妈，人是你自己选的，自己看着办。爸，我可是你亲女儿啊，你居然不管我。是我女儿又怎么样？结婚的事你听我的了吗？彩礼钱你给我了吗？况且他们为啥不打别人就打你？肯定是你做的不好。沈家旺，你在用嘴巴放狗屁，老娘跟你没完。你怎么学上了泼妇的那些个做派呀？你说谁是泼妇？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！李倩倩气得上手就挠，沈家旺左躲右闪，也不敢闹得太过。行了，柔柔这事儿我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你明天跟我一起把街道办的人请去邓家，我们给柔柔做主，还要把沈欣喊回来，
一起去撑场面，最好把存款和财政大权要过来。好，我要做邓家的女主人。可是沈星她来除了添堵，还有啥用啊？傻呀你跟他好好联络下感情，最好让沈星的公公婆婆给邓闯安排一份工作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捏住邓家人了。妈，我都听你的。第二天，沈星收到后妈的电话，就回到了沈家。欣欣回来了，你妹妹在邓家受了委屈，跟我一起去邓家，给你妹妹要个说法。沈柔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此话一出，沈柔就顶着张红肿的脸走了出来。沈星一下子愣住了。你这是？哼！沈星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很开心吧？柔柔，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那个欣欣啊，邓家的人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要不你让你公公婆婆给邓闯安排个正式工作，这样柔柔的生活也要好过一点。他们还真敢想啊！后妈，我都还赋闲在家没工作呢，哪里是那么好安排的？你要真想给你女婿安排工作，多去打听打听，给他买一个不就得了？你特么忽悠谁呢？你不知道工作7、8百一个啊？还有你公公可是厂长，安排个工作还不是轻轻松松？你是不是不想帮忙？恶毒婆婆竟喊人把媳妇打成重伤，只因她想要回彩礼，而媳妇大哭着跑回娘屋，想的第一件事却是让姐姐给丈夫安排工作。我凭什么给你安排？你又是凭什么这么理所当然的？哼！我男人没工作，你是我姐，凭什么不给我安排？你男人有没有工作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好大的面子啊！欣欣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现在你妹妹有难处，你帮她一把，以后等你妹妹妹夫有出息了，一定忘不了你的好。就是等我们以后有钱了，随便露给你点，就够你吃喝不愁了。不然，哈哈，你还不知道自己以后日子过得有多惨吧？确实不知道，要不你跟我讲一下。沈柔忘不了上辈子，她在烈日底下摊煎饼挣生活费时，却看到沈欣坐在5星级酒店里吃饭。风水轮流转，这辈子我抢了他的首富老公，这破天的富贵也该轮到我了。想到这里，沈柔就开心地笑了出来。人呢，目光要放长远点，比如你现在就可以学习下摊煎饼，这样以后摆摊的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。沈欣故作疑惑道：什么摆摊？现在不是不让摆摊吗？活该你这辈子倒霉，老土帽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柔柔，不能这么说你姐姐。欣欣，你妹妹小说话不懂事，但你做姐姐的可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知道工作不容易，但你要不先回去问问，万一可以呢？再说吧，不是要去办啥事吗？啊，对，今天我们先去找街道办，必须给你妹妹讨个说法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李倩倩就将沈柔的脸包了起来。但路过村口时，好奇的大妈还是把他们拦住了。哟，沈柔怎么包着脸啊？这天儿也不冷嘛，不会是让人给打了吧？沈柔自然是不可能回答的。李倩倩脸色也很难看，沈欣只能开口道：婶子，沈柔让邓家人给打了，打得还不轻呢。我们是去给沈柔要说法的。好事的大妈们一听，嘴巴都快裂到了后脑勺。这对母女平时趾高气扬的都看不起人，这回总算轮到我们看她笑话了。哎呦呦，这怎么刚结婚就让婆家给打了啊？沈柔该不是在外头偷人了吧？吴大丫，你这个老泼妇，你女儿才偷人呢，你全家都偷人。李倩倩，你个贱人，你全家才偷人，你敢侮辱我全家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人说着就打了起来。沈欣故意劝架道：后妈你干嘛呢？吴大妈没有恶意的，她就是说话直了点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找街道吧，再耽误人家都要下班了。沈欣，你是个聋子吗？人家都指着脸侮辱你妹妹了，这还没恶意？我们柔柔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有你这么个姐姐。今天晚上你别吃饭了，等你爸回来，我再让他好好教训你。李倩倩跟个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的说完后，才意识到沈欣已经嫁人了。那个啥，欣欣啊，妈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刚刚就是太着急了，说话不好听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李倩倩脸变得这么快，老嫂子们更是鄙夷了。恶毒啊恶毒，动不动就骂人，还不让人吃饭，果然有了后妈就有后爹。你给我闭嘴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碎嘴子，一天不挑事你们是能死怎么的？后妈大妈们都是好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知道你笑话人家没有工作，可你是不是忘了你之前也是没有工作的，现在的工作还是接我妈的班啊。对了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你是不是该把工作还给我了呀？妈了个鸡，毁灭吧沈欣这个贱人！不行，忍，我得忍，谁让我现在有求于沈欣，得罪不起他了呢？哈哈，那啥，欣欣你记错了，没有这回事，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等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我们现在先去办正事，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正好可以去邓家看沈柔的笑话。我知道的，妹妹挨打了，走，
我们去给他撑腰。大妈、婶子、嫂子们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李倩倩咬牙切齿地拉着沈欣就来到了街道办办公室。可街道办的人听到黄凤花的名字，就更无奈了。这黄凤花还真是没个消停的时候，平时隔三差五的就跟邻居闹矛盾，这儿媳妇嫁进来了，又打儿媳妇儿，哎，糟心啊！郑姐，今天你当值，你跟着去邓家了解一下情况吧，能劝一定要劝。行吧，那我去一趟。真是倒霉呀，今天怎么就轮到我了呢？不行，女同志没有威慑力，能不能换个男的？没事，你就放心吧。黄凤花虽然刁了点，但还不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动手。李倩倩犟不过，也只能跟着郑姐来到了邓家。可黄凤花见到几人，却乖得不得了，又是接水，又是抬板凳的，就连邓招娣和邓来娣都十分老实。哼，我排面还真大，看看再刁的泼妇，看到我也得化成鹌鹑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我看黄大姐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。沈柔是吧？你们也好好处，多关心体谅你婆婆。长辈说你几句，你就听着，没有坏处的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们请你来是替我伸张正义的，不是让你向着这老泼妇助纣为虐的。就是啊，郑大妈，你是哪边的人啊？郑大姐脸一拉，顿时就不高兴了。果然全天下的儿媳妇都不是好东西，就算你婆婆哪里做的不合适，你做儿媳妇的也要多多包容。况且你婆婆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打你？你是不是该多反省反省你自己？我反省一个头！你个老娘们儿，颠倒是非，胡搅蛮缠，我特么跟你拼了！只见李倩倩气得直接将两人打倒在了地上。邓招娣、邓来娣连忙将黄凤花扶了起来。郑同志，你看到了吧？是他先动手的。黄凤花说完，就给了李倩倩一个大嘴巴子。我说沈柔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原来有你这个不懂事的吗？真是老泼妇生的小泼妇，没一个好玩意儿。我今天要是不收拾你，我黄凤花就不姓黄。黄凤花很快就又跟李倩倩打在了一起。刚开始两人还能打成平手，可直到邓招娣、邓来娣的加入，李倩倩就被按在了地上。沈柔见状目眦欲裂，拿着扫把就冲了过去。妈，躲开！亲妈竟被仆下人按着狂打，她看不下去，直接拿着扫把就冲了过去。爽啊！这里没一个好东西，最好是多打一会儿。来弟，还不快去把他的扫把抢过来！沈柔，注意，别被他抓住扫把，往他脸上招呼啊！此时黄凤花实在是受不住扫把条的威力了，赶紧大喊道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”沈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把扫把扔到了地上。李倩倩赶忙扶住了她。柔柔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受苦了。我管不来了，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泼妇，你们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吧。再见。郑大妈气冲冲的就这么走了。这时邓闯也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柔柔，丈母娘，你们的脸怎么了？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咋来了？大姨姐，姨，你怎么没受伤？这时沈柔嗷的一声哭着扑进了邓闯的怀里。闯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你妈把我欺负得多惨。沈柔很快就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。邓闯连忙道：“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趁我不在家找我媳妇要彩礼呢？这钱给了就给了，哪有还往回要的道理？”你也别问了，你们这样的人家我女儿消受不起，离了吧。妈，我不离。不争气的东西，给我闭上你的嘴，听我说。其实我也没想离，主要是必须拿捏邓家。邓闯可是未来首富，那我就是未来首富的丈母娘，现在离了可真是太亏了。此时黄凤花也连忙道：“那个亲家母，我有错我改，但是我儿子对你女儿那可真是好的没话说，不信你问沈柔。”妈，闭嘴！丈母娘，我妈这是我给你俩道歉，但是你看我妈还有我大姐、二姐脸上的伤口也不比你少，就当扯平了好不好？不好，扯平不了一点，除非你们把存款还有当家全交给他，否则我今天就领他回去，这日子不过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谁家不是婆婆当家？你爱过过，不过就离，离的话把我们家彩礼钱还回来，别想占我们家的便宜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丈母娘不好意思啊，我劝劝我妈。邓闯说着就把黄凤花拉进了屋里。妈，你怎么能在这个关头添乱？我刚说服丈母娘给我投资100，情况好她还能再给300，结果你现在因为200彩礼钱跟人闹翻了，你让我怎么开口？这不是耽误我干大事吗？真的啊，他要能给你投300，让我跪下磕头认错都行，可这要当家全不行。
你媳妇当家的话，我以后还能有活路吗？妈，你糊涂啊！我爸的工资肯定给你，我以后赚钱的钱也给你，能给沈柔个零花钱就不错了。让他当家，也就是说好听，这种面上的东西，你让他又怎么样？儿子，妈就知道还得是你。现在咱家还有350多一点，不到400的存款，那不会都要给沈柔吧？那肯定不行啊！等会儿你就说只有35的存款。母子俩商量好，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沈心也连忙从窗户后头绕回院子。亲家，你想让女儿有个保障，我也能理解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咱们家一共35块钱存款，我都交给柔柔，邓闯挣的钱给他，但我男人的工资还得给我，这没毛病吧？邓大强那35块钱的工资，我还真不稀罕，要的就是邓闯以后挣的钱。李倩倩心里满意，脸上还是故作为难道：“那就这样吧，只是你们家这么多年就35块钱，骗人的吧？我们家孩子多，花销大，能吃饱就不错了，哪里有什么存款啊？”后妈她骗你的，我刚去上厕所听到他们说还有350多，不到400的存款，他们故意说这么少，肯定是不想把钱给沈柔。胡说八道，小丫头听错了，不对，是我刚刚说秃噜嘴，说错了。亲家，你这一秃噜嘴就说少了10倍，也太不厚道了。妈，你不是说咱家没钱吗？妈，你有钱为什么还找我要钱，还让我们给小弟出彩礼？你们别吵了，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行了，你们家的事自己关起门来说，我一点不关心。现在就把350交给我女儿吧，以后邓闯挣的钱也要全部上交柔柔，其他的你们随意。丈母娘，这样不合适吧？我以后一定会挣钱给柔柔的，就不要惦记老人手里那点棺材本了吧？邓闯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样吧，这钱亲家母可以拿着，等老道不会动了，就自己想办法，要么就把钱给沈柔，以后他们小两口给你们养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，你凭什么不让他给我养老？最多200，不能再多了。沈柔和李倩倩对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200也不少了，加上彩礼钱200，嫁妆钱200。天啊，我重生还600巨款的有钱人了。沈心见没什么好戏看了，就跟李倩倩打声招呼先走了。可没过多久，郑大姐竟带着公安来了。就是他们殴打我们这些公职人员，都带回局子里去问话。此时沈心刚回到沈家门口，就被一个小屁孩给拉到了一边。王浩，是你啊？有进展了吗？王浩是前些天沈心找的一个卖糕点的小屁孩，就为了找到魏迟每天到底在干啥。你男人真的胆子好大呀，他竟然在做。女人鬼鬼祟祟的拿钱给小屁孩，竟是让他去跟踪自己的老公。你男人真的胆子好大呀，他竟然在开饭店，都不怕被打了吗？地址在哪里？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亲眼去看看。就在沈心转头要走时，爷爷突然钻了出来。我也要去。爷爷，您怎么还偷听呢？什么偷听？我光明正大的听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小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必须得亲自去看看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去了我就完了，你们就当不知道行吗？不行。好吧，那你们必须得配合我。250秒后，魏老爷子戴上了帽子和墨镜，整整年轻了30岁。魏老太太的头发也换了，身穿墨绿色的旗袍。沈心也女扮男装，成了帅小伙。爷爷奶奶，得罪了，我等下就管你们叫爸妈，我就是你们的小儿子。我们家一家3口去吃饭，怎么样？不太好，你爷爷打扮得这么年轻，容易露馅儿。要不今天扮演3代同堂，奶奶、爸爸、儿子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别想占我便宜，我坚决反对。3人说着，就很快来到了魏迟的饭店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等等，来，郝大儿，给妈妈叫一个听听。哼，妈妈。3人走进去，刚坐下，就有人先上了一壶热水，然后拿来了一张菜单。这是我们的菜单，3人餐的是3菜1汤，一共4个菜。有票的话是6块钱，没有票是8块，先付钱后吃饭。居然比国营饭店都贵，先上菜吧。小武很快就进厨房对魏迟道：“迟哥，上一个3人餐，说是王红英介绍来的，一个大爷带着老娘儿子来吃饭。新客户，谨慎点。2人却没注意到一边暗处观察的沈心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堂堂魏迟竟然出来当厨师，我还以为魏迟是老板呢。沈心想着，就一路小跑回到了座位上。爷爷奶奶，我们等下要吃的饭居然是魏迟做的，这孩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啊！就是，干脆腿打断关家里得了，省得把天捅破了，我也都不住。这时菜也陆陆续续上来了，老爷子跟老太太迫不及待的，竟将3菜1汤全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简直是有生之年啊！
这还是我第一次吃到大孙子做的菜。正说着，魏迟就亲自走过来上一壶茶水。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厨师，请问你们对今天的菜品满意吗？很满意。这个打扮的跟花孔雀一样的男人，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满意是挺满意的，就是你这店里也没人，能挣钱吗？这个怎么这么像我奶？不过我奶可不会这么穿，一定是幻觉。其实挣不挣钱的无所谓，我主要就是喜欢做菜，看到客人们吃得满足，我就开心。呵，我这是被群嘲了吗？好奇怪的客人。爸奶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个男的声音好娘，这家人怎么这么奇怪？沈心才不管他，拉着爷爷奶奶一出门就笑得前仰后合。好险好险，我还以为他发现了呢。没发现好啊，咱们明天还来吃。奶奶不能再来了，否则魏迟肯定会发现的。发现就发现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又不能连夜跑路。结果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三人走走停停回到家，就在院子里看到了魏迟。我就猜到了是你们，又是你吧，沈心。我说没说过让你不要管我的事？既然你一而再违背承诺，那这段婚姻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魏迟，婚姻不是儿戏。我不同意，你要非得离婚，那你自己搬出去，反正家里有你没你都一个样。但如果没有星星，我们就是两个孤独的老人。这丫头，怪不得敢这么嚣张，感情是直接给老头老太太拿下。沈心，我们聊聊。好，那我们去书房。说说吧，你咋想的？我最开始只想嫁进来躲开我爹和后妈，至于你想做什么，我真的不在意。但是呢，你每天忙忙碌碌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奶奶担心，害怕你走错路，所以我才……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我今天在做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没有菜单，价格太贵。现在是70年代，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都没有解决，现在只需要大油大肉，平价。沈心一口气说了很多中肯的意见，句句一针见血，这令魏迟十分的惊喜。那你能帮我说服我爷奶爸妈吗？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对着干，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你说服爸妈，我们一起经营，利润3、7分，怎么样？46，不行就拉倒。好，46就46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不跟你计较那么多。等等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沈心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46我已经很吃亏了，你别太过分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说的是让你帮我补习高中知识。1个月后，沈心说服了魏迟爸妈，魏迟也拿着新鲜出炉的营业额回来，激动道：上个月生意冷清成那样，这个月的生意居然好了不少，还接了好几个私人宴请，我们居然挣了632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。我决定还是跟你55分，给这是316。沈心接过钱，心情也很激动。但第2天周日，李倩倩就打来电话，喊沈心带魏迟回家吃饭。什么事啊？神秘兮兮的。李霞啊，没看到我们带了这么多礼物回来吗？这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了？是有好事，就是我们家邓闯啊，去黑市倒腾了点东西，赚到了点钱。沈柔语气漫不经心，脸上的得意都快要溢出来。沈心却不接话，沈柔立马着急道：你怎么不问我赚了多少钱啊？哦，那请问妹夫赚了多少钱啊？110块钱，整整110块，厉害吧？这都顶得上我5个半月的工资了。不过姐姐你也没上班，也没个其他进项，想必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他把神志不清的姐姐丢出去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脱衣服，就为了跟小混混吃一顿海鲜。只因他是穿越者，小混混是未来亿万富翁，现在小混混赚了100元，他就在姐姐面前炫耀：我老公挣了整整100亿呢，厉害吧？算了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你又没上班，他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笑死！我还以为多少钱呢，真想把老公昨天分我的316块钱拿出来扔到他脸上，不过非必要，我才不露富。厉害，您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恭喜你啊，发财了。哼，你知道就好，以后我们家邓闯还会源源不断的挣更多的钱，甚至成为首富。哎呀，你会为我开心的吧？会，我可太为你开心了。魏迟现在做的和邓闯做的，其实都是政策还不允许的事。不过黑市的消息更灵通些，万一邓闯被抓，我就让魏迟连夜关店。后来，魏迟的饭店生意越来越好，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爱上了沈心。只是沈心还一无所知，就在中秋节这天，带着魏迟回了娘家。咋的了这是？都过节了，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哎，你妹夫的货被人没收了，损失严重。此话一出，沈柔突然扑了过来，沈心见状连忙闪开，沈柔就这么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但她也不恼，反而还舔着脸哀求道：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让你公公婆婆找人，帮我们把货要回来吧。不行，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们不做。我只是求你们帮一点小忙，你们都不愿意。姐姐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呸呸呸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要逼死你了？
去黑市摆摊儿又没有人拿刀逼你们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总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吧。沈心，你们是亲姐妹，帮帮你妹妹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不应该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说起这个，后妈，把我妈的工作还我。我不还，那是当年沈家旺许我是承诺的，否则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嫁给他一个二婚带娃的？妈，给他，大不了我把我的工作给你。闯哥被没收的货物价值整整1000呢，如果单靠工资，不吃不喝也要攒5年，5年后什么光景还不一定呢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一旁的沈家旺则默默旁观不说话，因为他的姘头昨天把孩子给摔没了。那可是个男婴啊，儿子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这几个人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，我都懒得管了。行吧，那我现在先打听打听，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于是沈心未迟饭都没吃就走了。你别着急，这个事情我先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是个什么风向。谢谢你。其实我妈的工作也不是非得要回来，我就是不想便宜李倩倩。你放心，我岳母的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我一定帮你要回来。晚上，魏迟风尘仆仆的回来，就着急道：有消息了，最近的风向有点紧，但货物倒是都会还给他们，凭条去领就行了。只是下次再抓到，不仅要没收所有货物，人也要进去。我们的饭馆最好现在，最多再有1个月，必须关停。哪有那么严重？现在只是查黑市，还没到查我们的时候呢。魏迟这敏锐度不太行啊。罢了，等到下次邓闯再被查，必须连夜关。那通知什么时候出来？3天后。不过沈柔、邓闯又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打个时间差。正好我有兄弟是负责这个的，条子我已经要来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就去找李倩倩要工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沈心出现在沈家时，李倩倩还有些发愣。这么快？那个欣欣啊，要不你先把条子给我，我再还你工作。反正拖着拖着，我就不还了。先把工作还我，我没有什么耐心。哎呦，据说邓闯的货价值1大千吗？怕是这辈子都别想要回来了。啧，还，我现在就跟你去办手续，行了吧？先把1000拿回来吧，反正靠沈家旺是不成的。他那个姘头摔到流产的事就是我做的，虽然沈家旺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我只有把钱拿在手里才有底气。交接手续办得很快，李倩倩也乐呵呵的拿着条子就走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准备把这工作卖了，然后以我妈的名义在机械厂建一个女性特殊时期帮助中心。简单来说，用这个钱买一些月事带，放在厂子的医务室，供特殊时期的女性免费使用。魏迟看着沈心，感觉她好像在发光，他心跳的有些不受控制。好，那卖工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一定给卖个好价钱。辛苦你了，就让这份卖工作的钱用来造福机械厂的女同志吧，给大家提供个方便。之后，邓闯就顺利的拿着条子领回了货物，沈柔也干脆利索的去和李倩倩办了工作交接。柔啊，那你没工作了怎么办？目光要放长远，1个月20块钱的工作我干着也没劲，而且闯哥现在越做越好，很快就是首富了。这个工作没有就没有吧，无所谓了。沈柔还洋洋得意她有多么的聪明，却忘了她的工作卖掉也值1000。2天后，沈柔和邓闯一起在黑市摆摊，就收到了工作人员的通知，来，大家领回自己的单子，自行领回货物啊。沈柔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沈心这个贱人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病急乱投医，挺过这3天，就什么都不用付出了。罢了，明年高考就会恢复了。前世沈心初中都没读完，这辈子更不可能超过我。到那时，我美美的去读书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，而那沈心只能仰望着看我。沈柔在得意洋洋只想不做的时候，沈心正在刻苦刷题。欣欣，有你的电话。来了。欣欣，是我，你今天下午回家一趟吧。啊不，先别回家，我们还是在外面说吧。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50岁老头喊女儿回家，竟偷偷摸摸的要在外面见面，只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小喽啰，女婿是厂长儿子，他就想卖女求工作。欣欣，那个后勤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，和我竞争的还有2个人，爸需要你帮忙，帮爸拿下这个位置。你先把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还给我，我考虑考虑。你妈妈去得早，看病还花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，真的没留下来什么。停，你不给就算了，反正我在魏家吃喝不愁，但帮忙的事你也别找我，我帮不了一点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妈其实给你留了一封信，让我18岁的时候交给你，但我去年忙，把这事给忘了，要不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拿。好，那我就先看看信再说。2人吃完饭回到家，沈家旺翻箱倒柜才终于把信找了出来。沈心来到院子才把信打开。亲爱的女儿，当你看到这信时，我已经不在了。妈妈非常抱歉没有陪伴你长大，但如果有时间会来看我的吧。我在我的坟前种下了2棵松柏树，
现在应该已经长得很高了吧？沈星看到这里，再也忍不住的哭了出来，却没注意到魏迟什么时候来了。这是谁家的小孩啊？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？我没想哭的，可是眼泪他忍不住。不对，母亲为什么会专门提起松柏树？谁会死之前就往自己坟前种树啊？除非是有别的目的。难道魏迟，我想去看看我妈。好，不过这天也不早了，明天我陪你去吧。不，现在就去。1个半小时后，沈欣总算来到了母亲墓前，并在松柏树下挖出了一个黑色的盒子。欣欣，你快看，里面有一封信。沈欣手有些颤抖，打开遗书，才了解到母亲和沈家旺的婚姻其实并不幸福。欣欣，他大概也不会是个好父亲，所以我另外给你准备了大黄鱼10根，小黄鱼20根，翡翠镯子、金镶玉平安扣、宋朝的剑盏，还有2000块现金。除了2000现金，其他的东西都对得上。丈母娘是真的费尽苦心，不过我这老丈人是真不行啊。随后沈欣又跟妈妈说了几句话才离开。第二天，沈欣直接带着遗书去厂里找沈家旺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全部都是留给我的。那2000块钱立刻马上现在给我拿回来。沈家旺却不心虚，反而猥琐地看了一圈，确定周围没人才继续问道：这么多好东西你哪里来的？一定是有心人为了骗你离间我们父女，要不我们一起分了，也免得你担风险。这是我妈坟前挖出来的。欣欣，你听我说，你妈是留了些钱，但这么多年你又要吃又要花的，早就不剩下什么了。哼，我妈不只留下了钱，还留下了一封你以权谋私、贪污腐败的证据。你要是不把钱给我，我就把这份证据交到厂子里。沈欣只是试探地说了句话，沈家旺却肉眼可见地慌了。什么证据？你给我看看，不然我怎么能相信你？这种东西怎么能轻易给你看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只给你3天时间筹钱，否则别怪我上交了。沈欣敢赌，沈家旺可不敢，他立马道：3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东西，还有别忘了我后勤主任的工作，现在可是竞选后勤主任的关键时刻，我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沈家旺想了想，连忙找到了自己的姘头。这些年我可没少给你真金白银，现在我有难，你再怎么也得支援我点吧。此话一出，小寡妇就开始哭穷，说自己这么多年多么的不容易，说自己身子虚难受。我才小产了，这可是你的吧？那我不得补点营养啊，这样才能早点给你生儿子啊。于是沈家旺1毛钱没要着，又倒搭了20块钱营养费。沈家旺没办法，只能又把主意打到了家里。那个倩倩啊，你手里应该有不少私房钱吧？可不可以借我点？你做梦，我1分没有，你也别想打沈柔的主意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最后沈家旺求爷爷告奶奶跟同事借了200，又找沈柔拿了600块，在第3天总算是凑够了2000块钱。这3天真不是人过的，我为了给你筹钱低声下气的求爷爷告奶奶，欠了一屁股饥荒。错，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证据呢？沈欣也拿出一个信封推了过去。回家再看，省得你看了太激动到不了家。好，我会的。沈欣看着沈家旺深信不疑的样子，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都不敢想象，等他回到家，看到信封里头空空的白纸，会不会气疯？不过那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事了。时间一晃就来到除夕，沈欣收到了4个沉甸甸的大红包后，正准备睡觉，就看到魏迟满脸通红的走了进来。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赶紧去洗漱睡觉。我不要睡觉，我要我媳妇。你媳妇在这儿呢，那我带你去洗澡好不好？好。沈欣带着魏迟进了卫生间，就哄道：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听话乖乖冲个凉就出来睡觉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媳妇陪着我。你可真是我祖宗，我陪你好了吧？魏迟笑了笑，就开始脱衣服。沈欣脸红的连忙转过身去。不对啊，我不好意思什么，我们是合法的，看看身材怎么了？沈欣想着就悄悄地偷看了一眼。身材真不错，胸肌腹肌都在线，那啥也不错。其实魏迟也在偷偷观察沈欣，他应该不反感吧？看来我还是不错的。漫长的洗澡时间后，沈欣难为情的正要走，却不小心打滑的差点摔了。魏迟连忙扶住了他。完了，他明天不会记得这段吧？我现在该怎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？我还要不要继续装醉呢？都到这一步了。魏迟想了想，直接将沈欣公主抱到了床上。欣欣，你愿意吗？18岁男人第一次求爱，妻子却一句话都不说，失意的他只能转身离去。殊不知妻子其实是太害羞，见他要走，连忙抱住了他。傻子，我愿意。真的吗？沈欣，我喜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子。第二天，沈欣睁开眼时，已经是中午11点半了。禽兽！嘿嘿，我是禽兽，我承认。不过你也不要生气了，你昨天不是也很舒服吗？
你还说我错了，不说了，我以后只用做的好不好？魏迟说着就亲了一下沈心的手心，沈心赶忙缩回手来，惊讶道：你现在怎么这么浪荡？有吗？就算有也没什么吧，我只对着自己媳妇浪，又不对别人浪。你是高兴了？我可惨了，腰酸背痛腿抽筋。那我给你按按，我按摩手法可好了，保证按完你哪都不疼了。你这按摩正经吗？正经，100%正经。魏迟，你摸哪儿呢？哎，不对啊！大年初二，沈心就带着魏迟回到了娘家。沈家旺本来笑得挺开心的，看到他们后，脸色迅速冷了下来。沈心当初竟摆了我一道，害我白白损失了2000，这就算了。最后我后勤主任也没当上，本以为沈心嫁到魏家能帮衬我呢，没想到还反过来黑我的钱，真是不孝女。妹妹，这是发生什么好事了？这么高兴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我们家邓闯年前卖烟花挣了足足5000块哦。姐姐，你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啊，对，何止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钱呢。哈哈，你也不用阴阳怪气，我知道你是嫉妒我，不过你嫉妒也没用，不是你的就算强求也没用。那你得把你的5000块钱看好了哦，别从手里溜走了。放心吧，1分钱都流不到你手里。这时，李倩倩也大方地将鸡鸭鱼肉各种大菜端上了桌。这些可都是小闯提前买过来的，你们都是沾了他的光了呢。小闯果然是最有出息、最有能力的，毕竟啊，人靠家里总不能靠一辈子，自己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哼，嘿嘿。此话一出，沈心就忍不住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句句都在内涵魏迟，怎么嫌弃他呀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还在机械厂工作呢，是不是想试试降职的滋味啊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单纯的夸一下小闯都不行啊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是不是你心里有数？反正你说魏迟不好都不行，我不允许。媳妇好霸气，媳妇怎么这么好啊？行了，这么多好菜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媳妇吃这个？哼，上辈子魏迟明明拽的不行，脾气还差，怎么会给沈心夹菜啊？再一看邓闯正抱着大棒骨嗷嗷啃，别说夹菜了，恐怕都不记得还有个妻子，气得沈柔用脚狠狠踢了他一下，可谁知他不小心踢到了魏迟，魏迟才不会惯着他，又用力踢了回去。啊，好疼！果然还是那个恶劣的魏迟，半点都不会让着别人。但沈心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能让魏迟对他言听计从的啊？吃完饭，沈心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，就带着魏迟走了。过年期间饭馆生意最好了，我不让你营业，你会难受吗？不难受，钱是赚不完的，适当的陪陪家人也很重要。而且过年的时候鱼龙混杂，啥人都有，容易出事。你能这样想就好，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关注风向，以后赚钱的时候还多呢，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冒险。我都听你的。那我这么听话，今天晚上可以奖励多做3次吗？一共5次，行吗？你不行，你别得寸进尺。4次总行吧？最多3次，爱做不做，不做拉倒。好吧，就依你。时间一晃来到了6月，魏迟的饭店旁也来了个不速之客。隔壁的布局、菜单都和我们家一模一样，偏偏每样菜价格都要比我低那么一点点的，不行，我忍不了了，我要找他们辩论，就没这么欺负人的。等等，开饭馆的是谁？冯远，就是我们结婚那天非要灌你酒的那个。哦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去砸他们的店，那我们的店也会遭殃，但我们可以。太好了，我看冯远这下还怎么学。这天晚上，沈心魏迟正准备运动，沈心就接到了沈柔的电话，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给我沈心，你们赶紧立刻马上给我回家。魏迟一脸欲求不满，不回去行不行？反正那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出事关你什么事？别啰嗦，赶紧的，我是担心你，万一是邓闯在黑市出事，那你这边的饭店就得立马停止营业。魏迟只能不情愿地跟着沈心来到了沈家，只是沈柔直接跪了下来道：求求你了，救救邓闯吧！黑市突击检查，把所有卖家连人带货都带走了。我本以为会像上次那样关个3天就放出来，谁知道3天后一点音信儿都没有。你没托人找关系问问？问了，他们说这次是真的严查，货物全部没收，人全部都要蹲篱笆子，但照情节轻重，蹲的时间不同。闯哥真要进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那我还怎么做首富夫人啊？行了，别哭了，具体情况我再去打听一下，能不能帮到你还不确定，如果能帮，我不白帮。我知道的，只要邓闯能被放出来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沈心点点头，连夜就拉着魏迟把饭店给拆了，任何人再来都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个饭馆。第二天，沈柔再次打来了电话，这次情况很严重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帮不了你们。你个
沈柔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，然后唰的把电话挂了。沈心才没在意他的无能狂怒，没本事的人才发脾气呢，有本事的都直接采取行动了。当晚，冯书记竟来到了魏家。老魏，有一群人带着红袖菇把我儿子的饭馆查封了，你快救救他！他来到自家的店门前，却要偷偷摸摸地溜进去，还将所有东西都销毁了。只因他在欺凌一代，得到了上头严查的风声，可隔壁的跟屁精老板却无动于衷，被直接抓了进去。老魏，我托了很多关系都没能见到儿子，但他给了我一张纸条，说找小池就行。小池啊，你救救小远吧，你们可是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。冯伯父，我有几两重您还不知道吗？是媳妇的妹夫在黑市被抓了，我媳妇就觉得不安全，连夜让我关了店。不过我可是提醒过冯远的呀，是他自己不干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小池，你有福气啊，娶了个好媳妇儿。看着冯书记佝偻的背影，魏振国感慨道：一大把年纪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幸好我们家魏迟娶到了欣欣。沈心不好意思极了，拉着魏迟就小声道：魏迟，我觉得最近的生活都好滋润呀，你好像是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中的天子，我挟持到你了，各方诸侯都会听我的。是因为你好，他们才打心底里疼你，也是因为你好，你说的对，我才听你的。嘿嘿，我晚饭吃的有点饱了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于是两个人就这么牵着手，吹着晚风，慢慢的散步在街道上，却突然听到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70年代的人民不是很保守的吗？怎么现在就有野外活动了？我好像看到你妹妹了。我好像也看到了，不确定，再看看呢。于是两人就偷偷摸摸地躲在一棵大树后，就见沈柔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吃海鲜。卧槽，看年龄比沈家旺还大，看着都反胃，真不知道沈柔是怎么下得去嘴的。嘿嘿，宝贝儿，声音再大一点。哎呀，吴主任，能不能轻点？能不能注意一点？这可是公共场合，不是你们家后花园。沈心正在心里吐槽，一双大手突然捂住了他的眼睛。别看，脏了你的眼睛。不看就不看吧，反正这种老年油腻男和自己妹妹的活春宫，我也不是很感兴趣。2分钟后，肥头男就收拾好自己钻了出来。你表现得很好，放心吧，你男人会早点被放出来的。真是太谢谢您了，吴主任，我会永远记着您的好的。嘿嘿，宝贝，你的身体记住我就行了。呀么呆。哎呀，你好坏啊！肥头男爱得不行，又搂着沈柔狠狠地嘬了一口。行了，我先走，你等会儿再走，别被发现了。知道了。见肥头男走远，沈柔就狠狠地擦着自己的脸，一副想要把刚才的痕迹全部抹掉的样子。等我男人出来了，我要你们这些人好看。沈柔说完，就气哄哄地走了。沈心和魏迟也才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。真看不出来，沈柔这么爱邓闯，为了他，连这种事都愿意干。如果进去的是我，你会为了救我委身于人吗？不会，我可以想其他办法救你，但这种事我真的接受不了。那就行，如果你为了救我这样，我宁愿去死，都不愿意你受这样的屈辱。就这样又过了几天，人民日报刊竟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这么突然，时间太紧了，下个月就考试了，1个月时间哪里够？多亏沈心平时就是个爱学习的，还经常带着小池一起学习。对，我去看看还有没有能买的资料、练习题。看你们一个一个激动的，我可没说要考大学啊。那你天天学习是为什么？就陪我媳妇学着玩呗，我怕她一个人学着没意思。欣欣，你也不考大学？我考。你媳妇儿都考了，你不考？干啥都不如你媳妇儿，也不怕被嫌弃。夫妻2个脚步不一致，感情容易出问题。等你媳妇儿考上大学，在学校里找一个更好的，你可就惨了。我考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，我们老魏家也要出大学生了。就在这时，李倩倩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欣欣啊，你爸生病了，快回来看看吧。走吧，回去看看我这个后丈母娘又在做什么幺蛾子。于是沈心又带着魏迟回了娘家，只是这次的伙食明显不行，几个人只能吃一盘素炒土豆丝。就吃这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姐，别走啊！妈，你赶紧炒2个菜去啊！为了捞邓闯出来，家里的钱都拿去送礼了，哪里还有钱买菜？沈心这才发现两人清瘦了不少。你们对邓闯还怪好嘞，为了救他，又是搭钱又是搭人的。啥搭人？反正他以后会有大出息的，我不能不救他。行了，不是说我爸生病了吗？他人呢？去拿药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其实沈家旺已经好久不归家了，大多数都在小寡妇那里住，反正按时给家用就行。李倩倩现在也找了个相好，年轻小伙子用起来就是棒。那个姐，你听说高考恢复了吗？听说了，怎么了？那你们肯定也参加吧？把资料分享出来给我看看呗。
反正姐夫都这么大年纪，你又是初中没毕业，都考不上大学的，还不如把资料给我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此话一出，沈心直接甩了沈柔一巴掌。你说谁年纪大，考不上大学呢？魏迟年纪大不是实话吗？你竟然敢甩我巴掌！沈柔正举起手想狠狠地打回来，却被魏迟抓住了手腕，然后他也打了一巴掌过去。你说谁初中毕业考不上呢？干什么呢？我们柔柔就是说话直接点，又没有说错，你们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打他还是轻的了，我男人怎么着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埋汰他？我就喜欢年纪大的。再说你男人还在篱笆子里蹲着呢，我都没有落井下石，你凭什么说我男人？新婚男人第一次去黑市，净挣了天价 money， 可当他来回挣钱100次后，却被上头严查关了进去。妻子毫无办法，只能把自己送给肥头男当海鲜吃，却还是没能把男人救出来。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高考，还强势的让姐姐把资料让给他。反正你初中都没毕业，考不上大学的，还不如把资料给我。我媳妇为啥没毕业？你们心里有数。而且我媳妇肯定考得上大学，总比你高中毕业修5点墨来的好。不可能，沈星高中都没读过，不可能考得上大学。好啦，我们回家，不跟他这种井底之蛙一般见识。对，真晦气。走，回家。1个月后，沈星跟魏迟都坐在了考场内。踏实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年高考应该稳了。上午的考试很快结束，沈心和魏迟便一起往大门口走去，却看到沈柔站在学校门口嚎啕大哭。完了，这回全完了！这是又在弄什么幺蛾子？我们赶紧去吃饭，下午还得考试呢。接下来的考试都很顺利，到第3天上午考完最后一场英语，沈心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。终于考完啦，我要大睡一场，睡他个3天3夜。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对答案估分。谁说那个了？我说我要吃肉。魏迟说着就公主抱起沈心，疯狂往家跑。你干什么呀？放我下来！我不管，我就要。你说了的，等考完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都憋了1个月了，我要爆炸了，回去吃海鲜去喽。后来，魏迟变着法的折腾人，由于运动频率超标，沈心天天好吃好喝的，居然还瘦了5斤。此时沈家又把沈心喊了回去。哟，妹夫出来了。是啊，那个姐姐、姐夫，你们考得怎么样？有希望考上大学吗？妈的，第1次语文考完，我还以为作文写跑题了，当场大哭，导致我之后的考试都没考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作文写跑题的是跟我对答案的那个同学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贱人故意搞我心态。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正儿八经的高中生，怎么考都比沈心强。挺好的，肯定能考上大学。切，就装吧。不过我今天有事相求，不能得罪他。那我就提前恭喜姐姐了，就是不知道咱们姐妹2个谁考得更好了。呵呵，能考上就行。姐姐说的对，姐姐努力了这么久，肯定考得更好。不像我，一直忙着赚钱，都没什么时间看书。对了，闯哥这回元气大伤，姐姐能借我点钱吗？我也不多要，1000就行。闯哥摆摊卖煎饼肯定也不错，等以后找到赚大钱的路子就好了。我们家你姐夫管钱，你找他吧。姐夫没钱。爸妈，你们倒是说2句话啊。李倩倩正要开口，沈家旺却站起来，直接冲出了家门。后勤主任反正都不是我的，我也用不着巴结女婿了，还不如早点出门拼儿子。于是借钱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1个月后，刘主任竟带着人敲锣打鼓的来到了魏家。老魏，赶紧出来，我来给你家送通知书了。是你呀，小刘，怎么这么大阵仗啊？还是你亲自来？好家伙，你知不知道你家出了2个北大的大学生啊？快打开看看，让我们长长见识。此话一出，魏老爷子震惊极了，连忙颤抖着手接过2封录取通知书。老太太也激动的不行。王妈，赶紧把我们准备好的喜糖拿出来散一下，还有鞭炮赶紧拿出来点上。恭喜呀！而且我刚接到上面通知，说沈西是全市第1，魏迟是全市第2，过2天就邀请你们去领奖。与此同时，这消息也传到了沈家耳中，沈家旺迫不及待的就要去魏家献殷勤，沈柔却在家极度的眼睛发酸。沈星真好命，竟然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叫他考上了北大。唉，你嫉妒又有什么用？那人家就是考上了，你的通知书什么时候下来？有学上就不错了。快了吧，反正我考的肯定比沈星好。就在这时，沈家旺灰头土脸的跑了回来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别提了，魏家里外围了3圈人，我挤都挤不进去。对了，沈柔，你不是也参考高考了吗？怎么还没送来通知书？是啊，这邮递员会不会是送错地方了，还是让人给冒领了？沈柔，你确定你考上大学了？这咋确定？通知书到了才能确定。不过沈星初中没毕业都考上了，没道理我一个高中生没考上。再说我觉得我发挥的也挺好的。行，既然这样，
那我就打电话托人问问。毕竟老沈家要是能出2个大学生，就算我沈家旺没有儿子，又有谁还敢笑话我？于是沈家旺七拐八拐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然后脸就黑了。沈柔，你是怎么有脸说自己考上大学的？总分500，你考了150，连你姐姐一半都不到，还敢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考上大学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肯定是能过分数线的，怎么会只有150？老师是不是改错卷子了？爸，你帮我再问问。沈家旺气的一把挥开他的手，老子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还给你问个屁！赶紧滚回邓家去！没有嫁出去的女儿还赖在娘家白吃白喝的道理。李倩倩，你去给她收拾东西，要是有意见你就跟她一起滚。于是沈柔只能灰溜溜的回邓家。很快就到了大学开学时间，魏家全家出动送宝贝疙瘩去上学，还买了一套4合院的大院子。哈哈，总算可以过2人世界了，我们总算可以肆无忌惮的吃海鲜了，抓紧时间呀！他和老婆第一次来大城市，就激动地吃了1晚上海鲜。可第2天他们才发现刚交的水费就没了。真是没想到，大城市的水电费这么贵，我们不就是用了1晚上的水吗？水费竟然这么快就没了，那我们以后的晚上还怎么度过啊？能不能正经点？我们现在只有1万块钱，要好好计划着过日子。要不然我给家打电话再要点钱吧，都交给你。你一没钱就往家里要这个举动，我是有点替你脸红的。不需要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挣钱。明天咱们就去隔壁县城溜达溜达，看看什么好卖。小姑娘，有没有人告诉过，男人的熊也是熊，戳不得。我就戳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这可是你自找的，等会儿不许求饶，正好我们试试沙发质量怎么样。你轻点，不对，这大白天的，我们回卧室去。羞什么？家里又没人，你就是叫破喉咙都没人听得到。那我不要叫。嘿嘿，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第2天早上起来，沈欣嗓子都哑了，只见他没好气的就拉着魏迟上火车。欣欣，昨晚你辛苦了，靠着我休息会儿吧。也好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没多久，沈欣就回来，迫不及待地分享道：你猜我刚才看到谁了？谁？熟人？对，我在厕所门口看到沈柔了，听她说邓闯也来了，他们也是去阳城拿货的。没事儿，我们又不一起，阳城那么大，等到了大概也遇不到。遇上了也没关系，我们各干各的，互不打扰。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，只要沈柔不是太拉垮，肯定能挣到钱。邓闯虽然脑子不行，但做事还可以的，希望沈柔能找到他的正确使用方法。另一边的沈柔回到座位上，连忙推醒了邓闯，着急道：别睡了，我刚刚竟然看到我姐姐沈欣了。他们也是去阳城的，那你跟他们说一声，咱们一起呗。头一回跑那么远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反正他们俩能考上北大，脑子肯定比我们好使。我就怕他们不乐意，不过咱们出战时就可以跟着他们，到时候他们去哪里拿货，我们就去哪里，绝对错不了。媳妇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这么办。沈柔看着邓闯，心里却嫌弃的不行，就自顾自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大饼开始吃。媳妇，你给我留点呗。这是我妈给我做的，你想吃让你妈给你做去。邓闯眼神发暗，嘴唇嗫嚅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来的路费都是丈母娘给的，我现在确实说啥都不好。邓闯现在不仅不挣钱，还吃软饭，妈的，日子难过也就算了，婆婆又爱作妖，大姑子还隔3差5回来找存在感，我的首付生活啥时候才能来啊？很快火车就停了下来，魏迟和沈欣刚下车，就被一个花枝招展的大姐给拦住了。靓女，靓仔，住店了，我们这里什么都有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不用不好意思的了，大姐是好人的了，你们要是想找工作，大姐也能介绍。花大姐拦着还想继续说，魏迟就一把推开了她。一边去，赶紧让开，哪有这么拦着人不让走的？再这样我报警了呀！花大姐只能让开，见2人走远，她就冲着2人的背影狠狠呸了口。哎呦，靓仔靓女，住店了。花大姐说完，又来到邓闯身旁，小声道：靓仔，我们那里女服务员很靓的哦，可以提供特殊服务的哦。邓闯果然心动了，他看向沈柔，小心地问道：柔柔，我们住吗？不住。你是来干什么的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把你的花花心思给我收一收。靓女不要这么凶了，我们也有帅哥服务了，保证比电影明星还要帅气。让开，我们要去坐车，不去你家住店。车我们也有了，你们要去哪里，我们都可以送的哦。柔柔，我们就坐这个呗，我累一路了，一步都不想走了。滚啊！邓闯，要坐你自己坐，我反正不坐这种黑车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等你一觉醒来腰子没了，哭都没地方哭。我也不坐了，我跟你去个公交。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沈欣和魏迟呢？糟糕，跟丢了，都怪这个大姐非要拦着我们。呸，什么玩意儿啊！
自己一肚子花话肠子，还怪到老娘头上来了。穷酸玩意儿，有贼心没贼胆，耽误老娘赚钱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你个老娘们儿，竟然还敢嫌弃我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，要不是你在这磨磨唧唧的，我们能把人跟丢吗？我磨叽啥了？明明是这个老娘们儿拦着不让走，你不敢怪别人就冲我发火。再说这段时间我们摆摊卖煎饼不是挺好的吗？非要跑这么远，你就按下折腾。好你奶奶个腿儿！老娘我一个人从早忙到晚不停歇，从和面到摊饼，再到叫卖，累得都腰椎间盘突出了，哪里好了？现在来阳城进货卖，利润大，人还能送快点，不好吗？第二天，沈欣两人已经逛到了批发市场，还买了好几千斤的衣服装到了三轮车上。我的天，要不是这次亲眼见到，我都不知道衣服是论斤卖的。折算下来，牛仔裤才5块钱一条，汗衫才2块钱一件。是啊，出来看看真好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就看到前方的沈柔气急败坏地推了邓闯一下，邓闯也着急忙慌的不知道在解释什么。哟呵，这不是你的好妹妹和好妹夫吗？看样子他们吵得还挺凶。要是能听听他们吵什么就好了。那有什么好听的？无非就是遇到麻烦了，两个人都没有能力解决，然后互相抱怨指责，都觉得自己瞎了眼。那确实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早点回去出摊呢。沈欣刚准备走，就听到沈柔大喊道：“沈欣，沈欣，停下来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沈欣微笑着冲他摆了摆手，就连忙对三轮车师傅道：“师傅，开快点，我赶时间。”得嘞，走稳了。沈柔气急败坏地追着三轮车跑了一段时间，最终却还是没有追上，只能在原地问候了沈欣祖宗18代。娘的，怎么这次来到阳城后干啥都不顺？这沈欣是没听见还是怎么着？简直是气死我了！人家明显不想搭理你，而且你看他们那么多大包，肯定是已经拿好货了，应该是要回去了。还不是怪你，嘴巴松得跟老奶奶的裤腰带似的。现在好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干就被坑掉200块。小两口去异地批发市场做生意，却当场吵得面红耳赤，只因他们明明是借的1000块钱高利贷，男人却对着酒店前台小妹各种吹嘘，导致他们第二天要离店时被各种找茬扣下了200大洋。人家都说出门在外才不外露，你倒好，非要出去吹牛，怎么净扯我后腿啊？这种货色真的能成首富吗？媳妇别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了吧？我哪里想到有人这么坏。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这都中午了。吃你个大头鬼！我们现在马上去拿货，耽误1天就是1天的钱，我可跟你耗不起。沈柔此时也顾不上沈欣拿的什么货了，她着急的就花500进了一大堆东西。媳妇你也太棒了吧，这袜子5分钱一双，大背心2毛一件，裤衩子才1毛一条，这拿回去不得赚死啊！我就说得来阳城拿货没错吧，咱们马上就要发财了。走，我们今天也回去，说不定还能跟沈欣他们坐同一趟车呢。2天后，沈欣收拾整理好后，就和魏迟带着100来件衣服来到了什刹海公园。这里好热闹，我们怎么定价？汗衫6块，和百货大楼一个价，但我们不要票，牛仔裤就卖20吧，我们这可是独一份。这么狠，会有人买吗？但很快就有人来问了：“你好，请问这是电影里香港明星穿的那种裤子吗？”沈欣的口才很好，不多时就卖了100-200块钱。魏迟感觉自己血液都要沸腾了。媳妇儿，我瞬间觉得开饭馆不香了，要不我们开个服装店吧？卖衣服是真赚啊！开，你想开啥咱就开啥，我都支持你。好，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两人正说着，一个打扮妖娆的青春美少女就挽着一个女人走了过来。小魏哥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沈欣抬头一看，就知道来者不善，小声道：“这谁？好像喜欢你。”怎么可能？他顶多算个邻居，我跟他也不熟。他家搬走时我还在读小学，我记忆里他就是个爱流鼻涕的小屁孩。可现在小屁孩长大了，还出落成了美丽的大姑娘。那也跟我没关系，我可是有媳妇的人了。她再漂亮也不及我媳妇半分。见两人在说悄悄话，李雪嫉妒的不行。小时候他只是个纨绔子弟，压根配不上我。可我前2天不甘心的打听了下，才知道他竟然考上了北大，如今还长得这么帅。不行，我得拿下他。小魏哥，你怎么出来摆摊啊？这多丢人啊！肯定他旁边的死女人逼的。想摆就摆了。这汗衫不错，给我拿2件。好的，10块一件，一共是20块钱。媳妇怎么临时涨价了？可杨连价都没看，直接递过去20块钱。小魏，你们忙，我带雪儿先走了，有时间来家里吃饭。你叔叔一直念叨你呢。好的。妈，我还想和小魏哥说会话。走了。李雪离开后就开口问道：“妈，你干啥啊？我还想跟小魏哥说话呢。”你瞅你那上赶着的样子，
没看到人家小薇不想跟我们多说吗？都怪那个死女人缠着小魏哥，小魏哥才对我这么冷淡。他们多半是夫妻吧，倒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早就结婚了。说起来，你们小时候还定过娃娃亲呢，只不过后来你爸升迁，我们搬家了，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有娃娃亲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那小魏哥就该是我的啊！不要冲动，他那媳妇绝不是普通人。李雪不甘心的又看了看沈心和魏迟，只见他们配合的十分融洽。哼，该死的狐狸精！卖衣服竟然这么赚钱吗？那丫头都往腰包里装了好几次钱了。挣钱有什么用？又不给我花，这钱我们未必不能挣。你去打听一下他们的进货渠道。这对母女的算计沈心可不知道。很快，他们带来的衣服都被卖光了。两人兴奋，快速回到家，就迫不及待地把钱数了2遍。哈哈，竟然有1667块！卧槽，这一天比我之前开饭馆1个月挣的都多，再去掉535块的成本，所以我们今天赚了1132块。魏迟说完就兴奋地抱起沈心，赚钱了，赚钱了！一晚上赚了老魏快1年的工资。要是现在老魏敢再骂我一无是处，我就敢跟他对骂。看来你对骂的机会来了。魏迟连忙小心地将沈心的放下来，才接了电话。欣欣，我们收到你们寄来的汗衫了，郑国还专门穿着汗衫去单位炫耀了。哦，对了，他还专门跑到冯书记跟前问你怎么不穿呢？是不喜欢吗？老魏真幼稚。哈哈，那冯书记是不是气得脸都绿了？爸平时看起来挺严肃的，真没看出来他还会炫耀这个。等我们下次再去拿货时，得多给家里带点东西。岂止脸绿啊，冯书记直接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了。别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，败坏我的形象。那个，我说点正经事。欣欣，今天下班路上看到你妹妹沈柔了，她也在摆摊卖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们拿货的时候遇到她了，不过我们各忙各的，我不清楚她的情况。有个是我偶然知道的，跟你说一声，你妹妹让人坑了，借了高利贷，1个月时间借1000还2000，这个是需要我出面帮忙吗？不用，爸，您别管，不管是沈柔还是我爸和后妈，他们的烂摊子你都别管。说起你爸他在外头又生了个儿子。什么？我老丈人都这年龄了还能生呢？我老丈母娘不管吗？你丈母娘好像在外头也有些情况。这2口子各玩各的。是啊，寡妇抱着孩子找到家属院闹了，这个事情在厂里都传开了。沈家旺作风不正，这辈子是别想再生了。要是有人拿这个做文章，流氓罪肯定是少不了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想怎么折腾随他们去，但是如果打着我的名义跟您提要求，您千万别同意。我只想跟魏迟把日子过好，沈家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好，那我心里有数了。那什么，汗衫质量挺好的哈，下回多给家里带几件，我好有个换洗的。好的吧，下次。行了吧，老外，想穿你儿子亲自从阳城背回来的衣服，你就直说，还换洗的。偌大个魏家找不到1件衣服了，还是堂堂淮安市都找不到卖汗衫的了。臭小子，挂了吧，再见。嘿嘿，终于到我们的2人世界了，宝贝儿，今晚上怎么着也得来5次吧？哎呀，不要，明天得去上课了。她重生后的第一件事，竟是抢姐姐的首富老公，还带她去黑市做生意，却被上头抓了进去。于是她不惜一切代价，才终于把老公救了出来。可婆婆却觉得她是个丧门星，竟追着她打到了市里来。姐姐，救我！话音刚落，黄风花就拿着个扫把追了过来。沈柔，你可还真会跑啊！你跑也没用，你把饭做好，我们这些老人伺候好，每个月工资上交，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非要让邓闯去黑市做什么生意？现在倒好，还跑去贷款欠了一屁股债，这啥情况？老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想着来躲躲，我还要跟邓闯离婚。谁家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哪有动不动就喊离婚的？我们家可丢不起这么大的脸。你还有脸吗？追着我跑到这里来，我想做生意不也还是为了你们好吗？挣钱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哦，现在亏本了就要钱了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此时邓闯才姗姗来迟，还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沈柔，不是我说你这也太能跑了吧？怎么还说起我妈来了？孝敬懂不懂？他都要打死我了，我还孝敬他？邓闯，你到底是谁老公？站哪边的？你看这个老巫婆哪有半分值得我尊敬的样子？沈柔说着，竟一不小心把怀里的最新款 iPhone 掉了出来。你竟然背着我买了这么贵的新 iPhone， 老子一天天的饭都吃不起，你个败家娘们！你懂个屁！老娘我要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毕竟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，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。我这苹果15只花了3900，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。
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 AI214，也才1700多，弹弓看去都很流畅。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，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。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那我有机会也去试试。等等，你别跟我打岔，不还是背着我花了钱吗？邓闯说完，竟给了沈柔一耳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听我妈的话，我就打死你！做了这么久的生意，我哪句话不是听你的？结果呢，现在屁钱没有，你还敢给我花钱？沈柔不敢置信地捂着脸颊，只见他眼里闪过恨意，就朝着邓闯打去。举我的时候怎么不是这个样子？你还敢打我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于是沈柔跟邓闯就这么打了起来，只是男女力量悬殊，沈柔哇的一声就吐出了一口血。肚子，我的肚子！沈柔说着，身下竟有一大堆番茄汁流了出来。你怀孕了，魏迟，快去喊车，把她送去医院。姐姐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就算是死，你也一定要帮我跟邓闯离婚。沈柔说完，就这么晕了过去。等她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哇，我竟然没死，我真命硬！沈柔扶着脑袋，就听见外面传来邓闯和黄凤花的议论声。妈，他不会死了吧？死了就死了，死了正好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多个外人？可是我们花了那么多彩礼钱，而且我儿子都没了，要是被他妈知道的话，会打死我们的。不让他妈知道不就行了？反正你这么帅，还愁找不到下一个吗？沈柔想到刚刚的悲惨遭遇，气得血液都沸腾了，于是她当即就冲出了病房。你个老巫婆，我不好过，大家都别好过，反正就是死。与其被慢慢的磨死，还不如死个痛快，早死早投胎，别耽搁我找个好人家。黄凤花见势就撒泼往地上一坐，一只手还不停地拍打地面道：不得了啊，新进门的媳妇打婆婆了。老巫婆，赶紧起来吧，医院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打没打你大家都看得到，你赖不到我身上来。况且你们家既然看不上我，又何必眼巴巴的将我给娶回来？黄凤花见大家对着她指指点点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你闭嘴，这才刚进门没多久，就这么无法无天了，还带我们家邓闯欠了一屁股债，要还你这个毒妇自己还。而且你这样的媳妇，我们邓家要不起。好，反正我也不想进你家的门送了命。还有邓闯，你之前借我妈的钱，白纸黑字都是盖了章的，趁早给我还回来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此话一出，邓闯瞬间急了，我哪有钱啊？跟着媳妇还有挣钱的机会，要是没了她，我还得自己一个人还钱，不划算不划算。想到这里，邓闯当即就跪了下来，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道：柔柔，这结婚可不是儿戏，我对你的感情你还不知道吗？等我挣了钱，我肯定什么都给你。可你刚刚……沈柔话还没说完，邓闯就给了自己一耳光。都是我刚刚脑子有乒乓，我恨不得刚刚打的人是我自己。你这样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，我都不会说半个字。邓闯，妈，你别说话，我跟我媳妇才是天下第一亲。难道儿子又有主意了？罢了，等他自己做决定。此时沈柔也犹豫了，邓闯居然这么有诚心，而且前世他确实也是首富，要是我跟他离了婚，我就没办法做首富夫人了啊。可是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们还年轻，肯定还会有的。柔柔，这样你跟我回家，我让我妈一天给你吃2个鸡蛋，咱一定把身体养好。等沈欣和魏迟搅完肺过来时，就看到沈柔又跟邓闯甜甜蜜蜜的抱在了一起。呸，渣男！沈柔，你脑壳是不是有病？忘了他刚刚怎么对你的了？宠哥刚刚都承认错误了，还说他以后都不会了，我相信他。恋爱脑的女人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随你吧。好了，欣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也许他只有经历了才知道痛苦。沈欣点点头，就把手里的药丢了过去。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吧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别来烦我了，耽误我做生意。我可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沈欣懒得理他，就又回公园摆地摊去了。此时李雪竟然来了。沈欣，我来通知你一声，我和小魏哥可是有婚约的，是你抢了我的人，还不识相点，把位置还给我。她和老公才刚结婚，却有18岁女人找上门来说她才是正妻，还有婚约在身。什么婚约？嘿嘿，你不知道吧？我们小时候可是订过娃娃亲的。这跟我有啥关系？魏迟去上厕所了，等他回来你再跟他说吧。跟你怎么没关系了？我和迟哥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就是你在我们中间横插一杠，抢了原本属于我的幸福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得给你让位置呗？你有这个觉悟最好了。你如果能主动跟小魏哥离婚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哦，你准备怎么补偿我？还有，你这么上赶着当第三者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你才是第三者，是我和小魏哥认识在先，而且还有婚约。好，
只要魏迟同意，我马上跟他离婚。魏迟上完厕所回来就听到离婚2个字，脸色都变了。谁要跟谁离婚？诺，你的小青梅说你们有婚约，让我赶紧给他腾位置。什么青梅？什么婚约？李雪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我们小时候订过娃娃亲的，还是你爸和我爸亲自订的。你也说了是小时候，大概就是老魏喝醉酒后胡言乱语，随口乱说的吧？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他本人估计都不记得了。你也赶紧忘了吧。我不忘，我为什么要忘？你不忘，你去找老魏，让他娶你。谁定的婚约你找谁，我反正不会承认的。你们2个自己掰扯吧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魏迟脸色一沉，当即就把李雪拖到一边，单方面的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输出，把李雪委屈的直哭。以后别再来招惹我跟我媳妇，不然小心我动手啊！魏迟说完就走，却没注意到李雪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娇羞。小魏哥他竟然说要动手，看来他就是嘴硬心软，到时候他会摸上面还是下面呢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等收摊回了家，魏迟才终于有了解释的机会。媳妇儿，我已经跟李雪说清楚了，什么娃娃亲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有媳妇了，我只会跟我媳妇在一起。这已经不是我们3个的事情了，既然牵扯到了上一代，你给爸打个电话吧，问问他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。好。魏迟立马给家里打去了电话，老太太立马兴奋地大喊道：欣欣，奶奶是我。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你变脸太快了吧，你刚刚叫欣欣可是激动得很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爸呢？臭小子找我干嘛？不会又闯祸了吧？要闯祸也是你给我闯祸，你说你是不是闲的？跟我定个什么娃娃亲？现在人家找上我了，非得让我负责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实在不行你给人娶了吧。你说的那是什么屁话？什么娃娃机？李雪，李浩民的女儿。哦，他们家早就不是搬走了吗？这么多年不联系了，你不用搭理他。当初本来就是我们2家人说着玩的，也没举行什么仪式，更没有交换信物，当不得真。会不会说话？走开，我来说。小时你给我离那个李雪远点，那家子人就是拜高踩低的，不值得来往。难道还有隐情？是啊，那李浩民接到升迁调令后可不得了了，搬走的时候恨不得跟我们一刀两断，还往我们大门塞了一封信。写的什么？上面写着魏迟、李雪婚丧嫁娶各不相干，就怕你缠上他家了。别说你已经结婚了，你就是一辈子打光棍，我都不会让这样的人进门。总之你给我离他远点，别叫欣欣误会了。奶奶，我离他可远了，我见着他恨不得开飞机跑。欣欣你也听到了，我保证跟他没关系，你可不能误会我。沈欣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2人去学校上完课后，沈欣就独自一人去了厕所。李雪见魏迟落单，就立马钻了出来。小魏哥哥，好巧啊，又见面了，果然我们的娃娃亲。闭嘴吧你，以后别跟我提那什么娃娃亲了。我昨天特意打电话问了，那就是大人开的玩笑，而且你们搬走的时候特意留了信，说我们婚丧嫁娶各不相干，懂吗？不懂，什么信我听都没听说过，我只知道我们订过娃娃亲。我喜欢你，小魏哥，要不是家里拦着，我前几年早就回去找你了，哪还有沈欣什么事儿啊？我结婚了，有结婚证的，你还知不知道廉耻？那是沈欣抢走了你。果然人畜殊途，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，赶紧滚！与此同时，上完厕所的沈欣刚出来，就碰到了2个男人。你好，我是李凯，李雪的大哥。你好，我是李哲，李雪的二哥。我不好，你们找我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想说，小妹从小就被我们全家捧在手心里，她要是做了什么伤害的你的事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她倒是没伤害到我，不过却恶心到我了。哪个女人像她这样上赶着当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家庭啊？沈欣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也就你拿魏迟当个宝，在我们心里，他根本配不上小雪，也不配踏入我们家的大门。此时魏迟见沈欣很久没回来，就着急的找了过去，才发现自家媳妇被2个男人围住了。你们以多欺少是吧？再说谁要踏进你们家的大门，我自己家有门，不踏你们家。也就你们拿李雪当个宝，在我心里，她给我媳妇提鞋都不配。魏迟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是你先过分的。管好你们妹妹，让她没事别来我跟前瞎晃。要是再让我媳妇误会了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魏迟说完就拉着沈欣走了，李哲当场就发火了：哥，这小子太过分了，我们必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哼。后来沈欣2人平静的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发现汗衫和牛仔裤都没货了，于是他们又买票上了火车，却没注意到李凯和李哲就跟在他们的身后。哥，等到了羊城，我们就好好收拾沈欣一顿，给小妹出气。就是魏迟，揍嘛！虽然小妹再三叮嘱不能动他，但那孙子太嚣张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爸的意思是，既然魏迟不识相，我们就给他一点教训，只要瞒着小妹就好了。反正我的拳头也早就痒了。对了哥，你说到了羊城，我们能不能把沈欣那啥一下？说实话，那丫头长得真不错呀。
夫妻二人齐心做生意，却被不怀好意的2个光棍给盯上，想劫财还劫色。嘿嘿，哥，沈西那丫头长得真挺不错的，到了阳城，我们能不能跟她那啥一下？当然可以了，反正人生地不熟的，到时候我们把卫士打一顿，钱和货全部拿走，那女人还不是任我们为所欲为？咱小声点，这人多。反正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们。巧的是，唯一认识他们的沈心正站在不远处。没想到我上个厕所，竟然就听到了这么恶毒的话。沈心立马回去跟魏迟说了刚刚听到的对话。我要去锤爆他们的头！别冲动，你打了人，程景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冷静听我说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媳妇儿，你真聪明。可如果他们不上钩怎么办？那你到阳城再动手也来得及。好，媳妇，我都听你的。2天后，沈心魏迟终于抵达了阳城，又遇到了那个拉客的大姐。靓仔靓女，去哪里？坐车不喽？大姐，你的店有没有特殊服务？嘿嘿，当然有了，包你满意。沈心笑了笑，就指了指后面鬼鬼祟祟的李哲和李凯。看到那2个人没？这是2兄弟，手里有钱，就好那一口。你找人好好招待他们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你尽管放心，拿出最好的招待他们。万一他们钱不够付，还能以身抵债。你们怎么这么好心给我介绍客户？不会想收我介绍费吧？不收不收。谈好后，沈心就拉着魏迟跑了。李凯和李哲这才快步走了过来。刚刚那2个男女是去你家住店了？当然了，他们还问我有没有那个服务。嘿嘿，那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服务吗？当然有，整个阳城我们家的姑娘最漂亮，要是我们家的姑娘排第2，那就没有其他家敢排第1。哥，怎么样？放松一下吧。行，但是不能耽误干正事。我们住你家店可以，你要告诉我们刚刚那对男女住的哪个房间。没问题的啦，靓仔，跟我来。看着3人逐渐走远，魏迟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你确定那个大姐是开黑店的？8、9不离10吧。火车站早就被人瓜分干净了，普通小旅馆根本进不来揽客，能在这里揽客的基本上都不干净，怕是可以好好招待李凯、李哲了。就算真的发生什么，也是他们自找的，活该。随后2人又批发了足足2万块钱的衣服、裤子和头花。怪不得卖衣服挣钱，但卖的人却不多，光是这个本钱就难倒大多数人了。可不是，除了本钱还得有眼光，要会选款，还有库存压力，拿得多才能拿到低价。咱们买的也差不多了，赶紧回去。办理完托运，沈心这才轻松了下来。呼，累了1天了，走，我们去吃顿好的。你看，是那个大姐。还真是，她怎么又带着了3个男顾客？要不跟上去看看？好，2人蹑手蹑脚地跟上去，就来到了一处小院里。这里房间这么多，李凯、李哲他们会在哪里呢？我先去找找。结果魏迟还没来得及动，就听到了其中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。你们2个一起欺负我媳妇儿，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！老六啊，别冲动，妈可就你这么一个亲儿子，你要是杀人吃花生米了，妈可怎么办啊？你们2个不要脸的，看把我6哥气成什么样了！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跟我嫂子吃海鲜？必须赔钱，要不然报到公安局就是流氓罪，你们都要吃枪子儿！什么？明明就是他主动贴上来的，而且也是他自己说的可以3个人一起，我们只要给钱就行。这明明就是你情我愿的事，怎么就流氓了？是啊，而且带我们来的大姐也说她可以提供那种服务，都是她自愿的，不信你问她。翠花，你是自愿的吗？当家的，我冤枉啊！我正在院子里做饭，这2个人上来就把我掳到了房间里。当家的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干净啊！你怎么2副嘴脸？明明是你自己来的，而且我们本来是打算要2个人的，也是你自己说你1个人就够了。行了，唱这么一出戏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吧，想要多少？这就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们给我戴了绿帽子。说这么多干嘛？老二，把他们绑起来搜身，不是要多少钱，而是他们带了多少就要多少，1分钱也别想从这间屋子里带出去。不是仙人跳吗？怎么感觉那个男人这么痛苦，好像真的被戴了绿帽子一样？谁知道呢？再看看。老六，差不多你也该习惯了，别每次都整这出。妈已经对你够好了，让你媳妇生完孩子才出来接客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老太太是怕孩子不是自己儿子的吧，所以才让她儿媳妇生完孩子才接客。我不管，这次我必须拿大头，我媳妇儿下着了，要好好补补。草泥马，光听这话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你是个疼媳妇的好男人呢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把我绑起来？我要告你们开黑店！你们敢这么对我，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二弟，不要胡说八道！我管你爸是谁，李刚我也不怕，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吗？就算你爹就是条龙，
进了我们的地盘也得给我盘着。再说了，要真是龙，那能生出这么2个废物？你们不要太过分！如果不是你们联盟的骗，我们也不可能上当。行了，你们把钱拿了，能放我们走了吧？兄弟俩寻找刺激3人一起吃海鲜，却被女人的老公当场抓住。这是你做错事的惩罚，谁让你欺负我媳妇儿的？你凭什么打我哥？我都说了，你媳妇儿是自己自愿的，我哥本来都没打算动她，也是她主动的。此话一出，女人气得直接过去给了他一巴掌。臭流氓，你胡说什么？就是你们强迫我的！汉子气急了，直接给了李哲好几巴掌。还敢污蔑我媳妇儿？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不是你能挑拨的。女人闻言就一脸感动地扑到了汉子怀里。当家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嫌弃我的。汉子也深情地抱住了女人，却对着身后老太婆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特么的感情，这一家子都在演戏，就是为了让这小媳妇儿心甘情愿被拿捏。就是啊，等等，我不是让你别看马脏。嘿嘿，这不是好奇吗？哈哈，你就只会打我们有什么用？你就是个窝囊废，你媳妇儿就是个骚狐狸，不知道跟多少人吃了海鲜。反正我们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此话一出，老太太第一个冲过去扇了李哲好几巴掌，还把臭袜子塞在了他的嘴里。这是你嘴贱的代价，老六媳妇儿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这小子是在挑拨离间。我当然知道了吗？这2人和身上的行李我都搜光了，一共2568。没想到我藏得死死的2000块也被搜出来了，那我们还怎么回去啊？各位好人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能不能给我们留点？老太婆闻言就打了他一巴掌。你也配跟老娘商量？你们总得给我们留个路费吧？路费就别想了，你们可以爬着回去，也可以要饭回去，1分钱都不许留，必须全部交出来，要不然就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吃枪子儿。绝不能去公安局，我们兄弟俩一个干警，一个骗警，如果被送去一查身份，那这辈子都别想在单位抬起头了。好，我们1分钱都不留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他们好像要放过那2人了，你想不想他们2个更惨？当然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圣母，他们2个当初想算计我们的时候，下场可比这个惨多了。好，你在这儿乖乖等我。魏迟说完就将院子里的水缸全砸了，然后大喊道：公安来了！此话一出，屋里的汉子连忙冲出房间去抓人。魏迟和沈欣已经躲在了后院。我们也走吧，万一那些人搜到后院。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找到后院的，我们再看会儿戏。你们竟然还敢搬救兵？没有啊，我们兄弟俩一起来的，在阳城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哪来的救兵？难道是魏迟？不对，魏迟跟我们关系差成这样，怎么可能来救我们？此时汉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没好气的道：妈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是我们院子里的水缸全烂了。砸了东西就跑，还没有公安进来，看来就是你们2个小子搬来的救兵。老大老二，给我打！紧接着就是一连串拳打脚踢。别打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。停，饶了你们也不是不可以，我们的损失怎么办？就几个破水缸，我们2000多块钱够买多少个了？老大，给我继续打，打到识相为止。别打了，我们赔行了吧？哼，这还差不多，你们怎么赔？我们跟家里联系，让家里汇钱过来。你敢把我老太太当傻子，想着联系家里人找人救你们了吧？那你们说怎么赔？这样吧，你们2个人虽然长得一般，但是年轻体力好啊，正好东头儿那家专门做老太太生意，老大把这2人送过去，钱55分。妈，您老人家要不要先享受享受？滚！此时屋外的沈欣和魏迟见没好戏看了，就偷偷地溜了出去。3天后，他们回到学校，李雪就连忙找了过来。小魏哥，你见到我哥哥们了吗？他们跟你们同一天去的阳城，这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爸妈都很担心他们。见了。真的吗？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你问我问谁去？那是你哥，又不是我哥。我也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兴许在阳城玩得太开心，乐不思蜀了吧？不会的，我哥哥们去阳城是有正经事的，不会在那里玩的。那你就想错了，他们不光玩了，还玩了一把大的，嘿嘿。你说你哥哥们去阳城办什么正经事去了？这我总不能说是去收拾沈欣了吧？李雪同学，我们只在阳城火车站见过你哥哥一面，可他们去哪里了我们真不知道。你要是实在担心，可以求助阳城公安局，最好让公安局亲自去黑旅店抓人，把你哥哥住黑店，3人行，伺候老太太的名声发扬光大。哼，用不着你瞎操心。李雪说完就走，可第2天沈欣和魏迟刚放学就被杨莲给拦住了。小迟，你就跟阿姨说句实话吧，
小凯和小哲到底怎么样了？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，生怕他们有个好歹。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小池，就当阿姨求你了，阿姨知道你对他俩有意见，但是他们真不是坏孩子，你就体谅一下我作为一个母亲担忧孩子的心吧。杨女士，我们确实只在买票时见过李凯、李哲，至于下了火车，羊城那么大，我们压根就没遇到过他们。如果您实在担心，可以求助当地公安局帮忙找人。还轮不到你来教我怎么做事。不是你主动找上门求我们的吗？而且你儿子去羊城做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。就算他们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也是他们活该。再说有你这样的母亲，又能教出什么好孩子呢？魏迟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好兄弟第一次出远门，救完3人海鲜，却被其老公当场逮住，还将他们送到了老太太堆里，一天10几个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他们音讯全无，这可把妈妈急坏了。魏迟，你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，还不赶紧说出来，不然我这个长辈就要打死你！杨莲说完就要伸手打人，沈心连忙拉着魏迟躲过。我没有看到长辈，只听到狗吠。从你们家算计我和我媳妇起，你在我眼里就不算长辈了。小魏哥哥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妈，你别着急，小魏哥哥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了。嘴巴不是用来喷粪的，你们的家事自己处理吧，不要拦着我们。魏迟，我们走。不许走，把我儿子交出来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丢人？兴许哥哥们只是有事耽搁了，我们再等等，哥哥们肯定没事的。哼！但杨莲深知等待不是办法，就直接去单位找了丈夫李浩民。你怎么来了？浩民，给阳城公安局去个电话吧，让他们帮忙调查一下小凯和小哲的下落。我昨晚上梦到他们了，他们在求救啊。就只是一个梦而已。那不是梦，那是我儿子在向我求救，母子连心，我不能不管他们。你现在就打电话。这电话怎么打？说我儿子不见了，大家都是公安系统的，你这让别人怎么看小凯和小哲？就会觉得他们能进来全靠我这个当爹的，这不是影响孩子前途吗？那他们要是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真的出事了就想办法自救，难道让别人看笑话就很好看？面子，面子，你就只会考虑你的面子，就连孩子的安全在你眼里都没有你那虚假的面子重要。别人要笑就让他去笑好了，我只要我的孩子平安。滚出去，别逼我动手！杨莲只能哭着摔门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远在阳城的李凯和李哲确实在受苦。哥，我不行了，他们竟然让我接待老头，我受不住啊！我宁愿从来没有来过阳城，也不愿意受这个罪。再忍忍，他们总会放了我们的，不可能把我们关在这里一辈子。天杀的阳城，天杀的老太婆，天杀的老头儿，天杀的沈星卫迟，都给我去死！别骂了，等会儿又要挨打。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？原来老太婆给2人灌了烈性药，一天要接待10几个人，老太太和大老爷们都爱来，而且不听话就要挨打。就这么过了10几天，李凯和李哲终于被扔到了荒无人烟的马路边。老子终于从黑窑洞里出来了！天杀的魏迟和沈星，当初出战的时候，要不是他们跑得太快，咱们也不至于跟丢人，被老娘们忽悠进入黑店。早知道我们就不该趟这趟浑水。李雪什么眼神，非得看上这么个人？要不是为了给他出口气，咱兄弟哪里至于遭这个罪？还有咱爸妈，这么多天没回去都不知道来找我们，白瞎咱爸当个破局长，都是没用的玩意儿，都该死啊！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先想想怎么回去吧。天杀的老太婆，天杀的黑窑洞，把我们的钱全部都抢走了，就连咱接客的钱都不给。要不等天亮了，我们去公安局给家里打电话，让家里汇钱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要是去了公安局，全系统都知道我们经历什么了。不仅我们自己丢人，还会连累爸被人笑话，爸会剥了我们的皮。丢人就丢人，更丢人的我都经历了，我连老头老太太都伺候了，我还怕丢这个人？你给我闭嘴！在这里的事情你都给我烂到肚子里，再让我听到你嚷嚷伺候老头老太太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不说就不说呗，你这么凶做什么？那我们不说黑窑洞的事儿，我们就说遇到抢劫犯了，被人把钱全部抢走了，这总行了吧？虽然李凯还是觉得丢人，但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于是2人艰难地在路边等到天亮，才去了公安局联系家里等汇钱。真的只是抢劫，没有发生别的事？那你们的腿抖什么抖？当然不只是抢劫，我们还挨打了。你们阳城人丧良心啊，看给我们大老爷们霍霍的。同志，真的只是抢劫，我弟弟他口不择言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2人坚持抢劫，警察同志只好如实登记后让他们去打电话。李凯还算克制，李哲却对着电话哇哇大哭。妈呀，他们都欺负我，欺负您儿子啊！我现在又累又饿又渴，浑身上下1毛钱都没有。我的儿受苦了，妈给你们汇钱，你们尽快坐车回来，其他事情回来了再说。等2人终于坐上火车到达京城的时候，李哲激动的又是热泪盈眶。京城，
老子终于回来了！阳城狗地方，老子一辈子不会再去了。不该说的烂到肚子里，跟谁都不能提起，知道吗？就算是自己媳妇儿，也不能提起一个字。对外就说我们住进黑店，被人把钱都坑走了，其他的一律不要提。我知道了，又不是什么特别长脸的事情，我还能见人就说吗？我又不是傻子。两人对好说辞才回了家，可惜这说法只能糊弄住媳妇妹妹，糊弄不了爹妈。你们两个跟我到书房来。兄弟两人对视一眼，只好跟着进了书房。第二天，魏迟和沈欣就收到了两人回来的消息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比我想象的要快。想不想让后续发酵的更厉害？你想怎么做？两人飞快地回到家，就开始给阳城的汉山老板汉山章打电话。这才几天，这么快又要补货了？不是补货的事，兄弟，想请你帮个忙。是这样的，岂有此理！竟然敢为难我的大客户！你放心，交给我了，我等会儿就去打电话。15分钟后，汉山章重新把电话回过来，他们两个报过警了，我已经把他们住黑店3人行伺候老头老太太的英雄事迹说出去了。现在黑店太猖狂了，阳城公安局也头疼得很，这下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肯定不会轻易先过去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挂断电话，沈欣和魏迟就连夜写了举报信，控诉李凯和李哲盯上沈欣，还丧心病狂地对多名老头老太太下手，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彻查。要不要用左手写？不用吧，李浩民就算查出来是我们的字迹又能怎么样？这种事情总不好大肆宣传吧？那倒也是，毕竟是真的发生过，就连出面澄清都会越抹越黑。对，没有什么比黄色废料传播的更快了。不过我们也不算造假冤枉他们，只是换了个角度阐述事实而已。他有本事来找我对质，我给他讲讲他儿子被暴揍的细节。二人忙碌至深夜，就来到公安局，开始从门缝下面往里头塞信。副局长，宣传科、刑侦科都放了，真期待明天会闹成什么。两兄弟只是吃个3人海鲜，却被抓住，送进了老人堆里。10几天后，他们抖着腿回家，本以为这是无人知晓，上班后才发现众人都拿着举报信笑他们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有本事当我面说，跟个娘们似的，在背后指点点，算是什么好汉？说你和你哥和人家媳妇一起吃3人海鲜，还说你丧心病狂，连老头老太太都不放过头。这事儿你媳妇知道吗？怪不得我前2天看到你和你哥鬼鬼祟祟的在医院，是去看南哥的吧？是不是哪方面站不起来了？我打烂你的嘴！李哲说完，就一拳头打在同事嘴角，两个人很快打了起来。其他几个同事打着拉架的名义，却都按着李哲来打。想看李哲玩3人海鲜的关键剧情，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苹果13 PROMAX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双球鞋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2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2手要靠谱。上面的笔记本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就在这时，李浩民的助理小鱼连忙赶过来推开了几人。你们别打了，李哲同志，局长叫你去他办公室。你们给我等着。等李哲到的时候，才发现李凯也已经到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受伤了？办公室那群孙子把他们笑话我，您得替我报仇啊！行了，这封匿名举报信应该各个办公室都有，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李凯、李哲快速的看完信，就十分愤怒。胡说八道！这里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，但是没有一句话是真的。我们没有是被人仙人跳了，我们也没有霍霍老头老太太，是被黑店坑了。应该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针对我们，也只有阳城黑旅店的人知道的这么详细。不过他们拿了钱，不可能还会自暴极短写举报信。那到底是谁在针对你们？会不会是魏迟和沈欣？毕竟你们一起去的阳城。应该不是他们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在出站口就走散了的，后续再也没有遇到过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你好，京城公安局。你好，我是阳城公安局局长，我们接到了举报电话，希望您能配合。好，我们一定配合调查，但希望您能够严格保密。随后李浩民挂完电话，脸色却黑得不像样子。他们要查黑店的事，可以帮我们保密，条件是功劳全部是他们的，你们2个梳理一下细节，待会儿会有人打电话问话做笔录，想好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知道了吧？总觉得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，希望能平稳度过这次危机。第二天，沈欣跟魏迟正准备收摊回家，就被他们的经销商孙大壮给拦住了。沈老板、魏老板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告诉你们，上次我看到过李雪来你们摊子，她和李家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们还是离她远点，以免被算计啊。哦，听你的意思，你被算计过？也不能说是算计，是交换。李雪家给我丈母娘付医药费、住院费，我媳妇儿把高考录取通知书让给她。原来是这样。不只是这样，李雪担心事情败露，就把我媳妇儿放在他们家做保姆，也不给1分钱工资，还强行给我媳妇儿改名叫李梅球。我们反抗，他们就停掉我丈母娘的治疗。
你别哭啊，这些事情都有办法解决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问你，李雪为什么能这么嚣张？因为他有个好爹。如果他爹不在那个位置了呢？如果他爹不在那个位置了，那他算个球。对呀，只有他爹下来了，我才能救我媳妇儿，不然我就是攒再多钱都没有用。你很聪明，给你媳妇儿，让她找机会给李家2个儿媳妇看。那我媳妇儿会不会有危险？沈心想了想，决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简单说下。现在阳城公安局和京城公安局都知道这事了，就算是传到李家2个媳妇耳中，李家一时也不知道是谁说的。好，我会把事情都告诉我媳妇儿，至于怎么做我听她的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李家出事了，我媳妇儿能重新读大学吗？能，让你媳妇儿不要失去信心。那她能改名吗？能改的，到时候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说明情况就行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孙大壮就急匆匆拉着沈心、魏迟来到了公安局附近。哎呀，这里面发生了啥？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？来，站我3轮车上看。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就把信给李大、李二媳妇儿了，当晚就闹了起来。李大跪下狂扇自己嘴巴子，最后总算把他媳妇儿给糊弄过去了。李二就不一样了，他把他媳妇儿打了一顿，他媳妇儿娘家人当晚就来要求离婚，结果李家不仅把人骂了一顿，还把人轰出去了。这是把人给逼得走投无路了，人家才来公安局门口闹。可不是，你看那女的都被打成什么样啊？是他们家先不给人留活路的。这热闹不能我一个人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我跟你一起，我保护你。等到沈心2人回来时，已经轮到李浩民上场了。此时的他格外谦逊。亲家，您看这误会闹的都是李哲那小子的错，我肯定收拾他。我在这儿也给您赔个不是，昨晚是我态度不好，请您多担待。我可担不起你李大局长的不是，回头再找个理由给我送进去了怎么办？你儿子平时欺负我女儿，我女儿都忍了，但李二那小子这次竟然跟他哥一起乱来，太脏了！今天必须离婚，不然我们就在公安局门口住下不走了。男人带哥哥第一次出去吃3人海鲜，却被逮住扔到了老年人堆里。他们好不容易才抖着腿逃回家，却被妻子知道，大骂着要离婚。男人怒极，直接给了媳妇1巴掌，还要把他赶出家门。走投无路的媳妇直接告到了派出所。你们真的太脏了！离婚，必须离婚，今天就要离，不离我们就在叔叔局门口住下不走了。离婚可以，虽然说宁拆一桩庙，但是你们家坚持要离婚，那我也没有拦着的权利。有什么事我们进去说吧，别在门口堵着让人看笑话。老汉刚想点头，李二媳妇连忙出声阻止道：爸，别听我公公忽悠你，现在人多才是最好说的，咱们要是敢进他们局，有命进没命出。哦，对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。李浩民气得拳头握了又握，只能在心头疯狂骂娘。最近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，好像自从我们家开始算计沈心魏迟开始，一切就变得越来越糟糕，可偏偏人家什么也没做，挑不出一点错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说，你们不就是想离婚吗？我同意了。李二媳妇这才开口道：孩子归我，再给我3000块钱赔偿。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儿媳这么会算计？此时杨莲也赶了过来，孩子给他就给他，不过是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，小哲以后还能再生，3000块钱给不了，你们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这么想要钱怎么不去抢啊？李哲点点头，像是看仇人一样看着自己媳妇儿，大骂道：贱人，你怎么不去洗？要洗也是你先洗，你个荤素不忌、男女通吃的混蛋！啊呸！你真让人恶心！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你敢再动我女儿一下，我就跟你拼命！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五、老六，给我上！眼看两拨人又要打起来了，李浩民气的1巴掌就扇在李哲脸上。给我闭上你的嘴！爸，你干啥打我？你做什么打我儿子？打的就是你这个蠢货！老子再给你擦屁股，你在这里给我火上浇油！那你也不能打孩子啊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我没工夫跟你们好好说，李凯，带着你妈你弟弟回家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他们2个不准出门。好的。见李凯把人带走，李浩民才卑微的道：亲家，真是对不住，你刚刚说的我都同意了，孩子和3000块钱都给你，只是家里暂时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你看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？李浩民这么狡猾，万一拖着不给了，那我女儿和外孙女儿怎么办？老汉想着就看向女儿，女儿也无奈的看向他，两人一时之间没有好办法。沈心就立马扬声道：钱不够就先打欠条，3天内补齐。堂堂李局长总不会赖账吧？李浩民愤恨的往人群里看了一眼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3000块钱而已，对我来说还真不算什么，但我绝不能答应的太轻易。就在这时，一堆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就赶了过来。你们好，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在闹离婚是吗？你好，我听说有人求是老头老太太，请问你了解具体情况吗？李浩民见状差点昏厥过去。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，
我本来就怕事情闹大收不住，偏偏这些记者就跟闻着味儿似的，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搞快点，我们今天就要办手续，我闺女今天必须离婚。李浩民连忙带着亲家二儿媳去办离婚手续了，还递过去3000块钱。你们要的我都给了，希望你们能管好自己的嘴，要是有人敢出去胡说八道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会，谁乐意说你家那些破事儿？说出去我都嫌脏了嘴。等李浩民匆匆赶回属属局的时候，副局长正在对着记者侃侃而谈。该死的，这狗屁跟班还真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弄垮我，现在上前阻止已经晚了，我得赶紧阻止这些事情见报，减少影响。此时孙大壮也将沈鑫、魏迟都送回了家里。今天这是我太激动了，沈老板，李浩民能倒台吗？他要是倒台了，我媳妇儿是不是就自由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得看李浩民到底做过多少不遵法的事。嘿嘿，我感觉他们扯的那个白条很好用，我能不能也在属属局门口扯一个？哈哈，你还挺善于学习，不过你应该在我们学校门口扯，写李雪冒名顶替上大学，而且必须让你媳妇儿本人出面。真的能行吗？能，但得等时机到了，现在扯不行，只会引来李浩民的疯狂报复。这段时间你密切关注李家的情况，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说。沈鑫在期待李家的下场，李浩民也在想到底谁在害他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他就出现在了沈鑫家门口。沈鑫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吧？沈鑫吓了一跳，就很快冷静了下来。只见他拿出自己毕生的演技，一脸迷茫的道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自从李凯、李哲动身去阳城，一切就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。表面看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仔细思量，却渐渐跟你脱不开关系。领导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就只是做点小本买卖而已，怎么就跟你儿子扯上关系了？少来！在阳城，我猜是你跟那些人说了什么，才让他们对我儿动了心思。本来这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却有人莫名其妙给阳城属属局打了报警电话，还有我2个儿媳突然也知道了这事。沈鑫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吧？沈鑫听得心惊胆跳，他光是靠猜测就已经8、9不离10，看来能做到这个位置的果然没有蠢货。我真的只在买票时才见过李凯、李哲，后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。你说的那些全都是你的猜测，难道你们属属局都是靠猜测办案的吗？呵呵，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们属属局怎么办案还轮不到你个小丫头片子指手画脚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比他们早回来好几天，是如何知道他们在黑店的具体情况的？难道你们跟黑店是一伙的？男人只是去外地玩了一圈，回来才发现自己早已身败名裂，连媳妇都闹着要离婚分家产，只因他在外吃3人海鲜，连老头都不放过。此时男人的父亲气急了，直接找到了在外地唯一见过儿子的女人。你们是不是跟黑店是一伙的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要是怀疑我，尽管调查，我清清白白，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。你没做过亏心事，我儿子怎么会被害得这么惨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心机更深的小姑娘了。你背后是谁在给出谋划策？魏迟、魏振国，还是魏老爷子？什么出谋划策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小迟，就当叔叔求你，别跟小凯、小哲一般见识。我替他们给你们道个歉，不要再抓着他们不放了。只要你收手，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谈。收什么手？谁抓着李凯、李哲不放啊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既然你们一句实话都没有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，告辞。两人打死不认，李浩民只能甩袖离去。见人走远，魏迟才指了指自己的脸：你男人演技怎么样？棒极了。你也很棒，能够把李浩民忽悠的找不到北。不对，他既然已经怀疑到我们头上了，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他都会打击报复。糟了，孙大壮还在摆摊，得提醒他赶紧收摊。与此同时，正在电影院门口摆摊的孙大壮就被2个叔叔给为难了。小子，你这是投机倒把，不被允许的，知道吗？摆摊是政策允许的，我是在响应政策，怎么就不允许了？你算哪根葱？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，难道还要给你开个证明吗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难道整个京城你说了算？对啊，就是我们说了算，我想让谁进去就让谁进去。小子，不要怪我们，要怪就怪你老板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都是他害的你。此时沈鑫正好赶到，请问我得罪了谁？是你们李局长吗？你知道就好，给我砸个稀巴烂，谁敢拦就往死里揍。2个叔叔说着就把衣服全扔在地上，王强试图去阻拦，却被踹倒在地。王强，你们怎么可以打人？哈哈，欺负怎么了？反正今天不管谁来都救不了你们。此时魏迟气得直接捡起地上的钢管要打人，沈鑫连忙给拦下了。尽量别动手，一动手就成袭警了，到时候更说不清楚。我们先走吧。不，你们先走，我要把衣服带回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用管那些衣服，人要紧，所有损失我承担。此话一出，孙大壮就依依不舍地看了眼地上的衣服。此时2个叔叔还试图拦住他们，气得魏迟直接一钢管打了下去。我们最多算是正当防卫，狗东西，爷爷走了，
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收拾你们，打得你们哭爹喊娘。我们走。见三人远去，两位叔叔也没追，只是愤恨地踩了几脚地上的衣服。此时孙大壮送沈欣二人回家，还没到家门口，就看到门口竟然有4个叔叔。这家人啥时候回来啊？谁知道呢？听说还是2个大学生，好端端的也不知道怎么把咱们局长给得罪了。抓俩青瓜蛋子用得着咱们这么多人？怎么用不着啊？咱这都是第2波人了。第1波那俩，一个手断了，一个胳膊骨折了，这俩人有点毛性，你们可别不当回事。回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，怎么就断手断胳膊了？他话音刚落，脑袋就挨了一下。不该你问的别问那么多，局长说断了就是断了。局长说这俩人袭警，那就是袭警。局长还说我们今天晚上抓不到人不准回去，你们还是祈祷这俩人早点回来吧。听到这话，孙大壮连忙不动声色的又将3轮车从后面胡同绕了出去。还好我们没有直接回去，万一我们被抓住了会怎样？罪名不是定了吗？如果真被抓了，大概率会尝试到各种审讯手段，把我们的罪名坐实，然后就得蹲篱笆死了。我们已经很谨慎了，没想到还是逃不过李浩民的打击报复。不怪我们，是敌人太强大。那你们现在去哪儿？要不去我家？不安全了，我们先回学校吧。我不信他敢冲进学校抓人。对，去学校抓人需要走正规流程，他所谓的袭警还有投机倒把，根本站不住脚。不过回学校虽然安全，但还是有一点不好。哪一点不好？魏迟看了眼孙大壮，就凑近沈欣小声道：回学校就只能你住女生宿舍，我住男生宿舍了。我们就像那牛郎织女，被分隔两地。这时候了你还贫？我们赶紧回学校。第2天，沈欣和魏迟就一起来到辅导员办公室说明情况。你们真没把人叔叔的手打断？真没有。老师，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周老师闻言，直接从抽屉抽出好几张报纸递了过去。看看。震惊！叔叔局局长儿子竟然迷恋武学老太。揭秘：叔叔局局长儿子和老头老太太们不得不说的迷情轶事。叔叔局局长之子竟然跟有夫之妇吃海鲜，这背后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局长的纵容？这些报纸也太敢写了吧？是怎么刊登出来的？很明显是有人授意的。李浩民的政敌。对喽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现在肯定不是一个人在盯着他，闹这么大，上面肯定会派人调查的。所以你们2个放心吧，没有人可以从学校把我们的学生带走。那能给我们夫妻分配一间宿舍吗？你想太多了，爱住不住。我们住。与此同时，李浩民那边已经快要急出升天了，他的电话都快拨出火星子了。宋总编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不是说好了全子的事不上报的吗？男人本是领导儿子，却迷恋五旬老头，还跟有夫之妇吃海鲜，这一炸裂消息竟被80年代的报社大肆宣传，气得领导直接将电话打了过去。宋总编，昨天不是说好全子的事不上报吗？李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明明都嘱咐过了，这怎么还给登出来了？都怪下面的人阳奉阴违。那现在还能撤吗？撤，报纸都发出去了，还怎么撤？不仅不会撤，明天还要加大力度报道。李浩明气得挂了电话，还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扫到了地上。妈的，一定是有人在搞老子！于是李浩明又将电话打到了另外一个报社。刘记者，你们这报道跟实际情况不实啊！我儿子明明是住黑店被仙人跳的，什么时候那啥有夫之妇了？这都是昨天的群众亲口告诉我的，我只是照实报道，你有问题去问他们啊。我昨天说没说，让你换个新闻报道。我是记者，又不是你家的狗，你说让我报道啥我就得听你的。此话一出，李浩明气得直接把座机给摔了。狗东西，老子混社会的时候，你还在你娘怀里吃奶呢？不对，为什么之前维护的好好的媒体关系，今天会集体翻脸？还一个比一个报道的夸张。想到这，李浩明直接出门去署局，踹开了副局长的办公室。是不是你在背后煽风点火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来人，关门！20分钟后，李浩明就带着伤，怒气冲冲回了家。他气得直接把李哲离台打了一顿，就连杨连上来拦也挨了一顿。你们也别怪我，捅了那么大个篓子，上面肯定会派人来调查。那怎么办呢？李凯，带着你弟弟一起对好口供。李哲，这次你要是再掉链子，那你就自己进去，别怪我心狠。杨连，快去老宅把钱挖30万出来，我拿20万去活动。还有10万呢。我等会儿给你个名单，你拿10万去约这几家的夫人，一家一家送。要是一家都送不出去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咱们家能不能度过这一劫，就看这几天了。3人大气也不敢出，连忙分头去忙活了。然而第2天，李凯、李哲还是被带去调查了。李浩民在家里用修好的电话一个个打给熟悉的人，但压根就打不通，气得他又砸了电话。废物！我在京城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关键时刻一个顶用的都没有，全他妈的是垃圾！老子要是有个好歹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浩民，你没事吧？你可一定要救救咱儿子啊！李浩民正在气头上，竟拿起一个茶杯扔了过去，只见茶杯的碎片竟将杨连脚背划出了一道道的血迹。
闭嘴！如果不是你爱孩子，咱儿子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3个孩子全都被你养废。杨莲，娶了你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李浩民说着就将他推到了地上，杨莲挣扎着爬起来，就怒道：李浩民，别忘了能娶我是你烧了8辈子的高香，当初是你跪下来求我嫁你的，结果我爸刚没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反正我早就忍够你了，这次我儿子要是出事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此话一出，李浩民狰狞的脸色就变成了哀求。小莲，你别冲动，我也是太着急了才口不择言的。毕竟咱儿子被带走了，我这心啊，就像有1万根针在扎。刚刚吓到你了吧？对不起，快让我看看伤到哪里了。随后李浩民就殷勤地开始给杨莲查看伤口，恳求道：现在我已经联系不上那些人了，所以只能靠你去一家家的敲门了。他们不开门，你就跪下来不走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给咱儿子争取一条生路啊！浩民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咱儿子的。杨莲说完就拿钱出了门。李浩民见他离开，竟然也换了一身衣服。你不会放弃儿子，但我决定放弃你们4个了。媳妇没了还能再娶，儿子没了也能再生，我必须要给自己谋划一条出路。随后，李浩民就背着一只装满现金的黑色包来到了汽车站。京城永别了，就是可惜不能把钱全带走。我们那老宅子的墙里面砌的，底下埋的，还有衣柜里放的，可全部都是现金啊。整整1周后，沈欣和魏迟考完期末考试后，才回到了自己的4合院。听说李浩民被抓了，危机解除了，我们才终于能回自己家了。不过咱们这挺长时间没有回来了，没想到家里还挺干净。大壮心真细，不用叮嘱，都知道主动干活。说曹操，曹操道：孙大壮也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。我就知道你们今天得回来。沈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李浩民进去了，李雪没有靠山了，我媳妇儿被冒名顶替的事儿，是不是？等高考结束那天下午，你和你媳妇儿去学校门口申冤，那时候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儿，是揭露你媳妇高考被冒名顶替的最好时机。对了，李浩民是怎么进去的？哎呦，您是不知道，李浩民是叫街上的扫地大妈给送进去的。7天前，李浩民带着钱准备跑路，结果刚到车站就被人套了麻袋，然后被带到了一个猪圈，和猪在一起整整住了5天。跟猪住在一起，那他吃什么？跟猪抢吃的？没错，他和猪抢食而吃，让猪给踢了。后来不知道他跟喂猪的说了什么，反正那人第5天夜里就放他出来了，然后他就去大街上抢人家烙了一半的煎饼吃，被人撵着打，最后还是一个扫地大妈认出来了他是逃犯李浩民，然后报警把他给抓起来了。谁套的麻袋？扫地大妈是怎么认识李浩民的？这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可能是热心的人民群众套的麻袋，扫地大妈可能凑巧见过他吧。这比我把米国总统吊起来打一顿的概率都低。领导竟被仇家关进猪圈，还抢了1周的猪食，最后还被赶了出来蹲了局子，报应，活该。不过李家现在情况咋样了？李家现在很乱，李浩民、李哲、李凯都进去了，杨莲就整天拉着窗帘关着门，在家做法祷告。李雪每天除了哭就是发脾气摔东西，那是够乱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给你媳妇儿洗刷冤屈的事，她被人冒名顶替上了大学，必须讨回公道。很快就到了恢复高考以来的第2次高考考试，只见李真正举着一条白布跪在京大门口。此时李雪匆匆赶到，就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。李煤球，你怎么敢的？你不过是我家的保姆，你怎么敢背主的？首先，我不叫李煤球；其次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家的保姆了；最后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我又没有冒名顶替，侵占别人的考试成绩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李煤球，别忘了，你母亲还在医院里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他们家当初就是这样威胁我的。如果我不把通知书让给他，我母亲就得等死。李煤球，你给我闭嘴！真不想要你母亲活命了。不如你来告诉大家，你凭什么把我母亲的生死掌控于股掌之间？当然是因为我家有钱。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或者我换个问题，你们家的钱是怎么来的？是你爸爸当领导贪污得来的吗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我爸爸才没有。那难道是你哥哥伺候老头老太太挣来的？贱人，我要撕了你！李雪像是疯了一样要去挠李真的脸，孙大壮连忙拦住。此时校领导也姗姗来迟，李真连忙上前把事情讲了一遍。他们了解事情后，就将李雪送到了署局，还恢复了李真的大学生身份。谢谢副校长。很快，沈欣、魏迟也迎来了暑假。他们将摆摊的事交给孙大壮后，就回到了魏家。可他们还没高兴多久，沈家旺就打电话把他们叫回了沈家。
哎呦，我的宝，我的心肝！沈心和魏迟进门时，就看到李倩倩看起来苍老了不少，邓闯和沈柔则看起来像两只花孔雀。姐姐，你现在怎么还是这么土老帽啊？羊城那么多新鲜东西，你就没有给自己倒腾倒腾？我觉得我穿的挺好的，简单舒服。看沈心随意搭配的衣服都穿得这么好看，沈柔极度的咬牙切齿。凭什么沈心随随便便穿就这么好看？魏迟也是同样的打扮，看起来就这么年轻帅气。而这邓闯真的好油腻，幸好我还有其他的底牌。姐姐，我也报了京城的大学，以后我们又要在一个城市生活了，还要麻烦你多多关照哦。别听你妹瞎说，这么大个人了还照顾不好自己吗？倒是你弟弟年龄还小，我年龄大了也不知道还能管多久，你可得好好关照他。只有你弟弟有出息了，以后才有人替你撑腰。我都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沈家旺亲生的，沈柔既然也是重生的，肯定也知道，那他为什么没有戳破沈家旺最后的希望呢？我还是静观其变吧。知道自己年龄不小了还弄个孩子出来，再说那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，我凭什么管他？还有，我腰杆子挺硬的，不需要别人帮我撑腰。你这死丫头，怎么不识好歹呢？不要以为自己上了几天学就敢教训老子了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老子说啥你就听着，老子还能害你不成？爸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喊欣欣回来就是为了骂他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谁让他顶嘴的？我当爹的还不能说他2句了？不能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不喜欢有人对我媳妇大呼小叫的，我听了拳头痒。这下沈家旺不敢说话了，沈柔在一边看好戏，巴不得他们撕起来。这时邓闯主动道：好了爸，我会管小弟的，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，以后肯定会发大财的，到时候淮安首富就是我，管一个小孩还不是绰绰有余？嘿嘿，还得是我的好女婿懂事。可沈柔却突然翻了个白眼，狠狠地踢了邓闯一脚。哎呀，疼，你干嘛呢？行了，都别站着了，过来搭把手端菜，准备开饭。你自己乐意当老妈子的，指使我们做什么，你自己全干了呗。李倩倩叹了口气，看了眼沈柔，却什么也没说。昔日里亲亲热热的好母女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等最后一道菜端上桌，李倩倩竟然主动地抱过孩子，让沈家旺吃饭。这又是啥情况？沈心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吃，吃完你跟我到书房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吃饱了吧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。逆女，你给我回来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沈心连忙拉着魏迟就溜到了大院门口。跑这么快干啥？你还没吃2口饭呢。回去再吃。沈家旺肯定没安好心，想给我洗脑养他儿子，简直就是想屁吃。此时有几个相熟的婶子一看到沈心就高兴道：欣欣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这么久没回来，还不知道你家里发生的事情吧？是啊，我今天一回家发现家里气氛怪怪的，我也没敢多问，这段时间都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你后妈脸色不好是带孩子累的了。这个事情得从寡妇抱着孩子上门说起。你说的真啰嗦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寡妇抱着孩子上门，说是你爸的亲儿子，让你后妈跟你爸离婚让位置。李倩倩肯定不愿意啊，寻死觅活的闹。可后来男人抱着自己的私生子回家，老婆竟不嫌弃，还把孩子当亲生的养，只因老婆没儿子，孩子也不是男人亲生的。我后妈为啥愿意养我爸和外面女人生的孩子？你后妈不是没儿子吗？这现成的不要白不要，反正孩子还小，那肯定是谁养大的跟谁亲。为了这个孩子，你后妈都跟你妹妹闹翻了。那寡妇为啥能同意自己儿子给别人？图你爸的钱，图你爸以后能给他儿子接班。啥呀？你那消息都落后了，那孩子压根就不是沈家旺亲生的，孩子亲生父亲已经进去吃花生米了，寡妇养不活他，才找了沈家旺上户口。据说这事儿你后妈和妹妹都知道，就你爸被蒙在鼓里。李倩倩竟然也知道，不过如果这孩子真是沈家旺亲生的，可能他心里反而还过不去那一关。你们都知道那孩子不是我爸亲生的，我爸竟然不知道。要说一点不知道，我觉得不可能。你爸应该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，但他不信啊，他可是好不容易才盼到个儿子呢。那我妹妹啥反应？沈柔啊，闹呗！本来你们家的东西都是他的，现在你爸有儿子了，家里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了。可惜他闹也没用，就连李倩倩现在都一心扑在儿子身上，谁还管他怎么闹？我听说儿子不是你爸亲生的这个消息，最初就是从沈柔嘴里传出来的，你爸还狠狠打了他一顿，也就是这段时间，他们关系才缓和了一点。沈柔手握如此绝密的底牌，竟然随随便便就放了出来，重点是还没人信，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碎。
谢谢婶子嫂子们的消息。嗨，谢啥？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们肯定向着你的。你爸和后妈那点事儿，有什么想知道的就来问我们。沈欣笑着点点头，就跟魏迟回了家。后来他们差不多玩了1个月，又回学校开起了凉面摊子。沈老板、魏老板，你们咋这么厉害？衣服、美食的生意都做得这么火爆。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你了，除了工资提成，我额外给你包了一个大红包。老板大气。就在这时，沈柔竟然挽着个女生走了过来。沈星、魏迟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到没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姐姐，京大的高材生，没想到竟然沦落到在这里摆摊卖小吃。哟，那我今天真是有福了，竟然一睹京大学子的风华，只不过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，还不如我们专科学校的学生呢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这京大学子出来摆摊也就算了，这看起来怎么生意也不怎么样，连个人都没有，我们多少买点，照顾一下我姐姐的生意吧。哎呀，还是你好心，你姐姐对你这么冷淡，你还为她着想。两人一唱一和的没完没了。沈星看了眼时间，才发现今天出来的早，现在才5点，工人还没下班，没卖出去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？我爱干啥就干啥，关你们啥事？考上个专科就觉得自己牛逼坏了，天之骄子了，还看不起我们京大，你们又算哪颗葱？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你们有个屁的生意！就是啊。两人正说着，就有一大波工人蜂拥而至的过来买凉面。魏老板，今天出摊挺早啊，给我来2碗鸡丝凉面，1碗红糖冰粉，我带回家吃。我也要，还要加1份小龙虾，我在这儿吃。眼看客人越来越多，沈柔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小龙虾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吗？白给都不要，怎么还有人花钱买来吃？谁知道呢？也许这帮人没有见识吧。两个人只能骂骂咧咧的走了。此时回到学校的沈柔就气呼呼开始给邓闯打电话。又有什么事？你什么态度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我现在很忙，电话费也很贵，你要是没事就先挂了吧。别呀，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？谁？我遇到了沈星和魏迟，2个京大的学生竟然在卖小吃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是挺可笑的。那他们生意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没有1个人买。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不是说阳城遍地是黄金，你现在挣多少钱了？我现在来到了个特好的地方工作，还急需大量人手，只要介绍人来工作就能赚钱，1人200。你有没有认识的人需要找工作的？你帮我联系联系呗。真的？那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那么多下乡知青现在都找不到工作呢，我还有好多以前的同学、邻居、朋友都没有工作，还有我新认识的朋友的哥哥也在家里待业呢。那你问问他们，愿意来阳城挣大钱的，你联系我。放心交给我吧，就是工资怎么样啊？我得给他们介绍介绍。好得很，只要来1个月最低500，比厂里的工人都要高，你赶紧介绍人来吧。好，1个月竟然有500，真不错。虽然之前摆摊卖蛤蟆精赔了钱，但是你好好干，咱们肯定很快就能把债还清的。就是那个，我快开学了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。我这儿也是人生地不熟的刚来，需要置办的东西也不少。你手里还有钱吗？给我汇点。我还有450，我给你汇200吧。此话一出，郑闯屁股上立马挨了一脚，一个壮汉威胁着给他比了个4根手指头。那个汇400行吗？等我发工资了，我都给你。那行吧，你可得知道我这样都是为了谁。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就得马上给我。知道了，你赶紧汇钱吧。还有，赶紧给我介绍人，急。好的，你在那边也要努力呀。沈柔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委屈的不行。与此同时，远在阳城的邓闯由于今天表现良好，被奖励额外多吃1碗大米饭。女人终于考上大学，就让丈夫去阳城打工挣钱养她。殊不知她早已被骗进了黑窝窝，还被打得满身伤痕。一无所知的她还到处闲逛，就看到了她最恨的姐姐竟拿着扫把在打扫卫生。哟，这不是我那考上京大的好姐姐吗？怎么这么惨，沦落成清洁工了？沈柔，你都不看报纸的吗？闯哥那边一直要人去打工，我只顾着忙这个了，哪还有心情看报纸啊？不看？怎么你上报纸了？京大高材生为了生计竟然沦落为清洁工，确实挺值得报道的。怎么又是你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店啊？切别装了，3岁小孩都知道这年头根本不允许私人开店，就连摆摊都是偷偷摸摸的，你糊弄谁啊？要不你看看报纸呢？早就开放政策了。少骗我了，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吧。毕竟我们家邓闯就是干这个的，只要你肯吃苦，1个月最少500起，怎么样？京城的工作吗？阳城，你不是快毕业了吗？
正好过去，到时候我让邓闯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。你介绍过其他人过去吗？那可多了，去过的都说好。我们家邓闯现在都升到经理了。不对劲，邓闯是不是进传销了？什么是传销？就是把人骗进去，然后坑人钱，没钱了逼着人打电话给家里要，直到榨干才把人放出来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家邓闯都干了2年了，给很多人都介绍了工作，也没有坑人钱。很多人？对呀，我们家邓闯可厉害了，什么工作都能安排。那不会是黑中介吧？你才黑呢，你全家都黑中介，小心他被抓的时候牵连你。沈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好心给你介绍工作，你却诅咒我被抓，你这个人心思真恶毒，怪不得现在只能当清洁工赚钱呢。我看你以后能和魏迟能有什么好结果？不劳你费心了，小心脚下。沈星说完就泼了一盆脏水过去。沈星，你好样的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就等着。沈柔跺着脚就跑了，然后他迫不及待的就找了个小卖部给邓闯打电话。邓闯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在羊城做什么工作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是人事经理。好，那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进传销？你怎么会这么问啊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？说实话，刚开始来羊城的时候，确实被人骗进了传销，没多久我就逃出来了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？害我今天在沈星面前丢了好大面子。怎么又是沈信啊？他是不是心里阴暗，见不得我们一点好，逮着机会就要挑拨我们的感情？他就是嫉妒我。对了，什么是黑中介啊？也是沈信跟你说的。我看他在做清洁工扫地，就说给他介绍个工作，谁知道他好心当做驴肝肺，非说你是黑中介。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自己过得不好，所以嫉妒你找了我这么好的男人，赚了钱就给你花。对了，他不是跟魏迟卖衣服还卖小龙虾吗？怎么当上清洁工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赔了吧。我们之前摆摊赔钱的时候，我不是也到处出去打零工，没想到沈星也有今天。那他就是见不得你好，所以故意污蔑我，挑拨我们的感情。他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要信。对了，他还说什么了？没有了，你真不是黑中介？真不是，我一堂堂人事经理，光明正大的给人介绍工作的，就是抽水稍微高一点点，怎么就成黑中介了？不是就好。对了，他今天还用污水泼我，裙子都被他弄脏了。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也别跟他起冲突。等我回去了，好好收拾他一顿，给你出气。对了，你手里还有愿意来羊城工作的吗？此话一出，沈柔竟有一瞬间的迟疑。没有。好，那你这段时间多找找，记住工作相关的事，一个字都别告诉沈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沈柔心里却突然有些不安。邓闯真的只是人事经理吗？不对，虽然他刚开始还找我要钱，可现在每个月都给我寄钱，还越来越多。沈星肯定是嫉妒我才乱说的，我一个字都不能听。沈柔自我洗脑完，就兴冲冲的又跑去购物。之后的1年里，沈星开了2家服装店，魏迟也开了2家饭店，却突然接到了来自叔叔的电话。你好，我是沈星。沈星同志，请问你的父亲沈家旺最近有跟你联系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。好的，如果他跟你联系了，请第一时间拨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们。他是犯了什么事儿吗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他贪污了工人的取暖费，现在人已经不知所踪。我知道了，如果他跟我联系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。咋回事？你爸犯事儿了？此时魏振国正好下班回家，就沉重道：我来说吧，沈家旺跑路了，还卷走了厂里所有工人的取暖费。叔叔已经控制了火车站、汽车站，只要他露头，一定会被抓的。那他的宝贝儿子呢？听说他专门回家带上了他儿子，不过这大冷天的，小孩跟着他到处乱窜也是受罪。他是不是有病？为啥突然要卷钱跑路啊？有人举报，厂里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查他，他可能也是听到风声了。沈家的老院子找了吗？小寡妇那里找了吗？还有李倩倩的娘家、沈柔的婆家，这些地方都找过了吗？找过了，没见人，而且李倩倩发现家里钱不见了，就去报警了。她应该跑不了那么快。那她还能往哪儿藏呢？对了，我外公外婆家的老宅子找了吗？他们去世多年，老宅子一直荒废着，倒是个藏人的好地方。我马上告诉叔叔，让他们去找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。沈星点了点头，却有些不安。万一沈家旺在老宅子里乱翻，找到了什么就不好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去看看。女人创业成功回家探亲，却发现父亲竟卷走了厂里的所有财产，连他光屁股的小儿子都没放过。只因他贪污受贿，便想逃之夭夭。女人不放心，就带着老公来到了老宅子，这才发现叔叔早已将此地通通包围了起来。里头的人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出来束手就擒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好熟悉的台词，倒也不用这么谨慎吧。小姑娘，你来晚了不知道，
刚刚那个沈家旺拿着把菜刀抵在一个小男孩脖子上，叔叔也是害怕伤害到人质。那不是他儿子吗？怎么成人质了？他说反正那孩子不是他亲生的，大不了鱼洗网破。他竟然知道。这话说的，男人头上戴没戴绿帽子自己可能不知道，在是不是自己亲生的还能不知道吗？就在这时，李倩倩突然哭着冲了进去。叔叔同志，求求你了，让我进去，我要救我儿子。李倩倩，滚一边儿去，那是我儿子。叔叔同志，求求你了，一定要救我儿子啊！我给你跪下了。我们会尽全力救出人质的，你们两个别添乱，都退到警戒线外面。时间1分1秒在僵持，里头突然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小孩哭声，寡妇瞬间就爆发了。沈家旺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有种冲我来！放了我儿子，我给你当人质，你就不想知道我给你戴了几顶绿帽子吗？这女的也太猛了，为了救儿子自己命都不要了。贱人，你给我进来！你进来，我就放了你儿子。这位女同志，危险，千万别去！可寡妇一点也忍不了了，只见她用力挣开叔叔的束缚，就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。很快，小男孩就被扔到了门口。沈家旺，你个狗东西！里头很快传来激烈的争执声，还有男人愤怒的吼叫声和女人不甘的哭喊声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沈家旺才一个人推门出来了。此时他脸上还有星星点点的血渍。抓我吧，把我抓走枪毙吧，老子这辈子活够了。2名叔叔赶忙上前控制住沈家旺，另外2名叔叔冲进屋里，将寡妇抬了出来。大家都让一让，人质就剩一口气了，必须赶紧送医院。随后沈家旺被带回了叔叔局，老宅被拉起了警戒线，一场闹剧就此落下帷幕。看来我是进不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别人也进不去。再说这宅子现在变成了凶宅，除了我，估计也没人想进去。有没有被吓到？就是觉得有点唏嘘。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回沈家吗？记得，沈家旺像个宝贝一样抱着他的儿子。对啊，昨天还是儿子，今天就成人质。朝夕相处这么久，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不知道，倒是那个孩子的母亲，为了儿子连命都不要了，母爱伟大。还有我那好妹妹沈柔，今天怎么连面都没露？算了，跟我们没关系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过了1个月，沈欣和魏迟刚回到京市，魏正国就打来了电话。爸，怎么了？沈家旺的判决下来了，故意伤人、贪污受贿、以权谋私、侵吞公款等多罪并罚，判处终身监禁。他托人给我带话，想要见你一面。再见面，除了徒增伤感，还能说什么？爸，我马上要毕业了，最近忙着写毕业论文，可能抽不出时间回去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。挂了电话，沈欣有些唏嘘。沈家旺能走到这一步，全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。我们正当手段赚自己该拿的钱就好，千万不要走歪门邪道。沈欣本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可第2天沈柔竟然来了沈欣的店里，只见她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不甘。沈欣，这果然是你的店，一池海棠。我一听店名就知道是你。爸爸都这样了，你不回去看一下吗？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沈欣，你肯定挣了很多钱吧？关你啥事？你们家邓闯不是人事经理，也挣了很多钱吗？打工肯定没有你们当老板挣钱多啊。再说邓闯已经不干这行了。姐姐，怎么说咱俩也是亲姐妹，我这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能不能让我跟着你干，就给个店长当就成。虽然毕业包分配工作，但挣过大钱的沈柔已经不满足分配去当老师了，那仨瓜俩枣还不够她塞牙缝。所以你是来找我要工作的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可是大专毕业生，我是来帮你管店的。我用不着你管，你该干啥干啥去，没事最好不要来找我，有事更别来找我。沈柔还想再争取，可沈欣已经转身离开了。明明上辈子邓闯才是首富，可为什么这辈子是沈欣越来越有钱？重来一世，我是奔着首富夫人的路去的，没想到却越走越远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重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想到这，沈柔失魂落魄地走到一个小卖部，就给邓闯打了个电话。邓闯，我找大师给你算过了，你这辈子肯定能成为淮安首富的，现在遇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啊。另一边的邓闯深吸一口气，既然这样，那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现在在夜总会工作，你帮我介绍一些长得好看的女孩子。是做那个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就是来推销啤酒拿提成的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问问有没有同学愿意过去。那我等你好消息。邓闯这边还在等沈柔的好消息，沈欣和魏迟这边却接到了淮安市市长的电话，因为他们出色的工作能力，特被邀为百货大楼铺子的老板。过了几个月，他们总算将手续都办好了，才准备将这里面的铺面都销售出去。现在还有铺子吗？我要买铺子。我也买，先收我的钱，我要先选位置。不少人都是巷子口打过交道的小摊贩，
生怕自己买不到。看来市长报纸上的报道效果很好。两人一直忙到天黑，只一个下午，竟一共卖了26个铺子，还剩45个，卖了1小半了。按今天这个节奏，过2天应该能卖的差不多了。那就好，能给市长个交代了。沈心两人回家时，却在院子门口见到了李倩倩。只见她腰背已经佝偻了，整个人精气神都没有了，看起来老了10岁。那个，挺长时间没见了，你过得都好吧？女儿每挣到1分钱，继母就要眼巴巴地跑过来，一反常态的各种讨好。可只要她不给钱，继母就会翻脸打她，甚至下药让她跟小混混吃海鲜。此时女儿好不容易被领导赏识有了资源，继母又恬不知耻地跟了过来。星星，我听说建设路的农贸市场是你在管，我想买个铺子。可以，100块1平，有10平方、15平方和25平方的，你想要多大的呢？我想要25平方的，你给我个内部价吧。没有内部价，谁来都是这个价格。你就是管这个的，多少钱还不是你说了算吗？你就看在你小时候我照顾过你的份上，给我便宜点不过分吧？过分，非常过分。我小时候你是怎么照顾我的？给我吃剩饭，穿沈柔不要的旧衣服，还有……停，那都过去了，就别提了吧。我们现在说的是铺子的事情，你多少钱才肯卖给我？100块1平，1分钱都不给我便宜。没给你涨价就不错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男人说的对，你们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你算哪门子长辈啊？到底买不买啊？我们还着急回家吃饭呢。我一共就500块钱，我要最大的25平方的铺子，10平方的你都买不了，还想要25平？我劝你钱不够啊，还是先回去凑凑吧。走，我们回家吃饭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不够的你给我垫上，就当是我借你的，我以后有钱了会还给你的。不借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油盐不进，你铁石心肠，你不敬长辈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赶紧走吧，我回家吃饭了。沈心说完就直接拉着魏迟回了家，真晦气。好了，晦气都被拍掉了。回来了，正好开饭。对了，今天你后妈来家里了，想白要铺子，让我赶出去了。然后她就来找我们，又是要铺子，又是借钱的，让我们骂了一顿。这老娘们儿脸皮也忒厚了点。她是没脸没皮，只要能占便宜就行。等等，她不是有工作的吗？哪有时间做生意？她工作没了，她之前不是有个相好吗？你爸没进去的时候她还收点，你爸进去后她是一点都不顾忌了，然后就让人家原配抓住了，闹到了厂里，李倩倩就被开除了，脸都被人家挠花了。她这是图啥呢？可能是你爸进去了，她没依靠，想转正吧，可惜人家媳妇儿也不是吃素的。李倩倩不找个男人来伺候，日子就过不下去吗？本来有工作有房子的，每个月靠工资就能吃香喝辣，怎么就为了一个男的能把自己做得一无所有？那个男的呢？李倩倩相好的，人家回去跟自己媳妇儿过日子了。啧，不提他们了，咱们开开心心的吃饭。第二天，沈心和魏迟很快就将所有的铺子都卖了出去，却没想到快到家时又遇上了李倩倩。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从12点就在这里等你们了。等我们干啥？当然是买铺子了。这是1000块钱，我好不容易凑来的，我要个10平方的铺子，这总行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铺子卖完了。什么？卖完了？一个都没有了？你蒙我的吧？你是不是不想卖给我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？你是不是针对我？说实话，我根本不关心你买不买铺子，铺子卖给你和卖给其他人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还是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价值，值得我花费时间心思针对你？你算哪根葱？谁有功夫针对你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配吗？李倩倩被小贝指着鼻子骂，气得就直接抹着眼泪回到了家里。我就说不去吧，你非让我去，现在铺子没买到，我还被他们给羞辱了2顿，说又说不过，骂又不敢骂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你怎么这么不中用，连个铺子都买不到？不是说了让你直接去农贸市场门口排队，你非跑他们家门口做什么？我不是想着私下买能搞价优惠点，还优惠？农贸市场这么火爆，能买到就不错了。再说沈星和魏迟是什么人？咱们什么时候在他们身上占到过便宜？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铺子都卖完了，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保洁或者食堂的工作需要人的？你跟你们领导说说，让我去吧。我才在市高3当老师1个月，跟领导又没有什么交情，哪有那么大的面子？要不你去阳城吧，我让邓床给你安排个工作。我不去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才不要跑那么远。哎，那我再想想办法吧。第二天，沈心去自己新开的服装店逛了一圈，就发现3个营业员都在接待客人，招来的新员工张成则坐在收银台收钱。今天怎么样？卖了65件文化衫，48条裤子，5件毛衣，2条裙子。文化衫和裤子怎么卖了这么多？
不应该啊，夏天都快过去了，难道是因为便宜？不对，不会是有人来我这批发来了吧？应该是有一个大妈一个人要了30件文化衫，还有2个小伙子一起要了20条裤子。他们倒是会钻漏子，还真是闻着味儿就来了。要不要限制数量？不用，反正活动只有这一天，6折我也赚，卖就卖了。我不信他们能把我仓库搬空。就在这时，沈柔和李倩倩竟然走了进来。沈星服装店，这不会是我亲姐的店吧？对，欢迎选购，能给我们优惠点吗？什么优惠不优惠的？这可是你亲姐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穿2件衣服还能收你钱。亲兄弟明算账，全场6折。全场6折，我跟其他人有区别，就不能给我多优惠点吗？打个1折2折的意思一下得了。你要想跟其他人不同也行。还是你识相。我张成，这2个是我后妈和继妹，等会儿他们结账的时候给他们打8折。沈星，我们可是亲姐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2件衣服罢了，你也要跟我斤斤计较？对，我就是这么斤斤计较的人。你们爱买不买，不买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